走，这个路。别跑，小心摔倒了。喂，听说了吗？这次万宝楼的拍卖之物可是五行圣地流传出来的功法。真的假的？人族10大圣地之一流出来的宝物，哪怕是黄阶低级，都足够吊打辽云城的武者了。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抢到。嘿，我的消息还会有假。不过你看看对面坐着的，那可是流云城富甲一方的林家公子，你抢得过他？哼，敢和我抢东西的人还没出世。诸位久等了，宝物拍卖马上开始。黄阶高级功法翻山诀，传自五行圣地，起拍价30万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金币。35万，我出38万，我40万，300万金币。哼，一群叫花子搁这讨饭呢，居然一点点讨价还价。居然一出手就翻了10倍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就是300万，请问还有客官要加价吗？这谁能跟林家比啊？我3000万。什么？应该没人要加价了吧？3000万，直接翻了100倍，几乎能买下一座流云城了呀！这是直接把林少爷讨饭的碗都给砸喽！哪来的臭小子，居然敢在本少爷眼皮底下抢东西！若没有人要加价，就由这位出价3000万的公子中标。少爷，切莫逞一时义气，咱们今天来的目的，本少爷自然知道，不用你多嘴。成交。哎，散了，只有穷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啊，真没意思。诸位请留步，诸位请看，这才是今天的压轴宝物——登天令。起拍价200万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金币。登天令，居然是传说中的登天令！少主，这是心儿姑娘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咱们若想和城主府结亲，必须搞到手啊！兄弟啊，登天令是什么？你在逗我吗？凡人想进圣地修行，比登天还难，需年纪在20岁以下，资质达标，修为达标，且通过入门考核。这登天令是圣地长老游历世俗时因缘赐下，可以免去以上种种条件，直接进入圣地修行。哦，那照你所说，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免考通行证了。哼，刚刚一下就挥霍3000万金，这会儿居然连登天令都不知道，看来是个一夜暴富的乡巴佬，来万宝楼商会找存在感来了。刚刚本少爷大发善心，才让你成了一次威风。这登天令必是我的囊中之物，50001亿金。什么？我说1亿金。怎么，今天来拍卖的人都是耳背？成交，成交，成交！这条肥鱼可不要放过。喂，掌柜，好歹象征性走完过场啊！公子，请问怎么结账？我们万宝楼概不接受欠条和分批付款哦。这么多的钱财可不是小数目，还劳烦掌柜给我一间雅间，我花点时间准备一下。好，这边请。跟上去摸摸底细。是。公子，您慢慢来，我们的人随时在外等候。碍事的人终于走了，那么接下来，该好好进货了。如你所见，白衣凡人，现在拥有穿越2界的能力。开始只是做饭时不小心割破手指，血恰好滴落在我的界里，回过神来，便穿越到了这座大楼。这者飞天遁地，弱者养人鼻息的玄幻世界。不过更神奇的是，手里拿着的大白菜，居然也进化变成了一颗晶莹剔透、清气缭绕的灵蔬。小伙子，你看这颗灵草，500万卖给我如何？别理他，看看我出1000万。
人生的第1桶金就赚了8位数，是靠一颗大白菜。通过1个月的来回穿梭实验，我才逐渐搞明白这片大陆的设定。这望古大陆分为东川、南荒、西海、北原和中州5个主要区域，另有万古魔坑、仙墓、灵虚洞天等禁地独立存在。南荒和西海乃妖族地盘，魔族盘踞在万古魔坑。东川、中州和北原被人族占领，人妖魔3族鼎立，100年来大小纷争不断，如今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静。而人族之中，除了普通百姓外，武者大行其道。根据武者修为境界以及能否灵力化形的不同，分肉身秘境以及神通秘境2大境界。肉身7重由低阶到高阶分为淬体境、断骨境、内壮境、斑血境、洗髓境、开窍境、子府境。神通10重则是灵力境、灵罡境、灵海境、天人境、皈依境、金丹境、法相境、猎神境、游虚境、渡劫境。除此之外，古界的机制也是在不断的琢磨中才有了眉目。首先，必须是动植物才能穿梭大陆，其他东西一概不具备穿梭条件。纸和笔都没有办法带过来吗？带的东西也有严格的重量限制，平均下来200克是极限。相反，若是将大陆的东西带回地球，则会变成垃圾。好臭！这花怎么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啊？幸好古剑还自带换装的功能，省去了我不少麻烦。刚刚在万宝楼里只顾着体会私通的快乐，忘了家里只剩下几个大块头了，得想办法多换一些才行。小子，掌柜，这小子在房间都待了1天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不急，再等等。我看白衣凡那小子穿的那么普通，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，该不会趁机逃了吧？是啊，平白无故冒出来也太可疑了，以前江湖上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不等了，进去。纳兰掌柜，还没过年呢，可不行行大礼啊。不知道白公子金币都准备的如何了？敢占老娘的便宜，今天要是见不到钱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金币嘛，准备起来确实有些麻烦。掌柜的，别和他废话了，这小子搁这耍我们呢。上，兄弟们！啊，不过这个呢，我想你们应该会感兴趣。这是龙尾草，传说中对于外伤病治疗有奇效，无伤者服之，亦可以延年益寿，有价无市的灵草。这个价值多少？若是不够，还有这些。治伤奇效的龙尾草，以此服用能容颜永驻的蓝铃花，千金难求的无根枝，这些都是世间珍宝啊！一件也就算了，他居然有1筐，这1筐起码价值2亿斤。这其实是小区里捡的狗尾巴草和烂树叶。大爷，我帮你啊。这年头，像你这么热心的小伙子不多了。公子，打个商量，这些灵物我们万宝楼都买了，如何？我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头一次有这奇遇，可不能放过这条肥羊。我记得1颗龙尾草价值4000万金币，若你想照单全收，轮到你欠我钱了吧？我们这儿还有商铺，公子看上什么尽管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纳兰掌柜，这些东西我拿走了，你欠我的钱先记账上啊！欢迎再来啊！掌柜的，他拿的可是我们万宝楼所有压箱底的宝贝啊！你不懂，这叫长远投资。能拿出这么多天才地宝，反而当成垃圾一样对待的人，能是什么泛泛之辈？小崽子，把功法和登天令都交出来，爷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。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也想抓我？再早个几百年吧。
死吧！遁地术，走！人呢？幸好穿梭次数还没用完，不愧是玄幻世界，杀人越货这般情节，居然这么明目张胆。古界一天只能来回各穿越1次，看来还是欠缺考虑。在拍卖会大肆张扬的同时，没有做易容，估计后面会麻烦不断。看来得快点学会功法才能自保了。其实之前并不是不想修炼，只是通古大陆的功法晦涩难懂，根本无从下手，完全看不懂。啊，等等，这是功法居然变得好简单！原来如此，看来如果将那边世界的功法带回，学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这绝世高手，我当定了。行，看，成功！最近这半月来，我按照搬山诀勤加修炼，同时通过地球上带回来的食物调补身体，进化神速。也许是因为从地球来的原因，我的身体在通古大陆也发生了进化。刚刚的那一拳，足足有2000斤臂力。不仅如此，我的内脏也强化了。也就是说，如今看起来，我的身体虽然只有淬体境入门，但实力足以媲美内壮境的武者。这样算是初步踏进了武者的世界了。但是我的脸过早的曝光在了拍卖会上，后面必然会有更多觊觎我的人，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行。救命啊！放开！狼群？哦，正好拿你们这群畜生练练手感。下，可，解决了。啊！哇！少侠，好厉害！行，看，一凡哥哥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退就用力！有了这些木材，咱们木家村新建的房子就都有着落了。没事儿，这不算什么。小兄弟，我叫穆铁，是穆家村村长的儿子。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女儿若若和村里的人，我们欠你一份恩情。你虽然武艺高超，但这山里还是太过危险，不如和我们回穆家村吧，那里安全些。那天碰巧解决狼群后，便受到素不相识村民们的热情邀请。哥哥说的没错，你既然没有地方落脚，就去我们穆家村做客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正好我也缺个僻静的地方修炼搬山诀，便顺势答应了下来。这几日我也从淬体境突破至断骨境巅峰，但最近似乎实力增长的速度没有之前快了，想来是修炼遇到了瓶颈。内壮境顾名思义，便是要修炼五脏六腑，使内脏变得强大，哪怕吞下去一块石头都能消化。搬山诀上说，使用高级妖兽的内脏对突破内壮境颇有帮助。那等回到地球，买些内脏来补补。若若，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去集市了。一凡兄弟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和我们一道去集市看看。集市？狼皮，上好的狼皮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！野猪牙，又粗又长的野猪牙，放在家里可以镇宅辟邪。拿好，这是您的兽皮。多谢。多亏了白兄弟啊，上好的狼皮全都卖出去了。穆铁叔，你客气了。既然都卖完了，一凡哥哥，你带我出去玩吧，我想去那边买糖葫芦吃。等穆铁叔收拾完，一起去吧。你们去吧，小心点儿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一凡哥哥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穆铁大哥，你就如此放心把女儿交给一个才认识不到几天的男人吗？嘿，一凡哥哥对若若真好。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你爹该着急了。别打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
等等，那是阿爹的方向。上下。哪儿来的刁民？真是不长眼的东西！阿爹，放手！住手！你们凭什么打我爹？若若，别过来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找死！哎呀，我的腿！一个淬体后期的男人，对毫无武力的13岁小姑娘出手这么狠，你是不是人？你算哪根葱啊？也敢来教训老子？给我拿下他！是。现在我能教训你了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大爷饶命！这么年轻就达到断骨境了，为什么当街打人？好好回答，否则下一拳可就要落到你脑袋上。小雨啊，住手！他们是城主府的人，咱们惹不起呀。铁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叔，你的腿没事吧？哼，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。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冲撞我家小姐的座驾，活该被马踩断了腿，居然还想找我家小姐理论，是有几颗脑袋？你放屁！明明是他们的马车失控撞了严叔，我们不过是上前问了2句，他们便直接动手打人。茉莉，别说了，这件事儿是我们不对。铁叔，大小姐，这件事是我们的错，还请大小姐看在我弟弟已经断了腿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些刁民一次。阿爹，城主府的大小姐嘛，自古民不与官斗，怪不得铁叔不想招惹。既然错了，那便为你们的错付出代价吧。周恒，去把他们的腿都给我砍断，以儆效尤。你这位城主府的大小姐竟如此歹毒！毕竟你们失去的不过就是一双腿，而本小姐失去的可是游街的好心情啊！周恒，动手！遵命，大小姐。一群乡野刁民，简直脏了我家小姐的眼睛，去死！滚！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宇哥哥，哪里来的臭小子，敢跟本小姐作对？哎！居然一击就将我的宝剑击碎了，该死了，太强了！哼，没见识的乡巴佬，这盔甲可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，刀枪不入，任凭你再厉害都无法击。大你没事吧？哈哈，开了眼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城主府的统领吃瘪呢。小声点儿，当心被打。滚开！我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！哎，失拳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哈哈，果然是乡野刁民，居然连武技都不知道。爷爷我可是搬血境初期，气血外放，难道还拿不下你一个断骨境的小子不成？如果比我高2个境界，还就这点水平，你实在是弱爆了！他连武技都不会，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啊，宇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叔叔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看来我来自地球的肉体，在这个世界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。我的实力早就超出这个境界数倍。没用的东西！来人，去城主府调兵，把这群暴民抓起来，统统的关进地牢。是，大小姐。糟了，若是官兵来了，我们全村人都没有好果子吃。那城主府的地牢，听说进去的人压根没有一个能完整的走出来。蓝大小姐，真是好大的官威啊！当街马踏平民，草菅人命，滥用官权，这燕国难道已经易主，改成你们蓝家人了不成？
是万宝楼的纳兰掌柜。纳兰掌柜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蓝大小姐当街马踏平民，乃我亲眼所见，难不成还想抵赖？白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纳兰掌柜不必多礼。一凡哥哥，你们认识？啊，刚刚听人说，这个漂亮的大姐姐是万宝楼的掌柜，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。一凡哥哥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大人物？真是没想到啊！堂堂纳兰掌柜居然会认识一帮刁民，哼，真是开了眼啦！民乃国之本，蓝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，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贱民，不知道此话传到王城中去，会不会引起非议？纳兰柔，你这是在威胁本小姐。威胁谈不上，但若是今天你想带走他们，须得过我们万宝楼这一关。万宝楼乃我燕国第一商会，底蕴强大，高手如云。若是贸然得罪，只怕后患无穷。既然纳兰掌柜肯为这一帮百姓求情，那本小姐就破例放他们一次。我们走。是。得救了，得救了！太好了！今天还得多谢纳兰掌柜了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来人，领穆家村的兄弟们到客房查看伤势。是。各位，请随我来。劳烦姑娘了。一凡哥哥，这个有钱的漂亮大姐姐为什么会救我们？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嘛，严格来说，他欠我钱。啊，他欠你钱？恭喜白公子突破断骨境，公子这个年纪就到了断骨境，流云城的历史上怕是还没出现过。别说了，今天要是没有你解围，我恐怕还没法同时带走那么多人。不过，奴家倒是好奇，您既然能随手拿出那么多龙尾草，又怎么会藏身乡野，和一群村民混在一起？纳兰掌柜，送你一句话：该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，这不该知道的，少打听。是。啊，说到龙尾草，我想起来了，纳兰掌柜，上次你好像还欠我310万金吧？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？这还差一些。不过我们最近新到了一批货，白公子要不要看看？有看上的直接拿走便是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记得方才和那城主府的侍卫统领交手，他施展了拳击武器。施拳，来！有武器吗？这边是万宝楼新到的所有武器，白公子可任意挑选。穿山石，黄阶低级武技，这是一门指法，练出小成能够贯穿山石。过。这是黑沙掌，黄阶中级武技，此掌是从南荒传过来的，修炼时需用到南荒特产的黑沙。麻烦，过。这武技名穿花手，以阴柔快力著称。太娘了，过。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。这部隐拳是我们这里最贵的一部武技，黄阶顶级。黄阶顶级，这才像话。这黄阶顶级的武技想要入门，就算是天才也要2-3个月苦练。一凡哥哥，你终于出来啦！柱柱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客房休息吗？我担心你，就出来看看。雨公子和若若妹妹的感情真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妹呢。简直是小跟屁虫一个。对了，柱柱，这个你拿去穿吧。啊，这是
送给我的？是啊，若若妹妹，这是白公子特意给你的。哎，这件衣服挺漂亮，也一并包起来吧。公子好眼光，这件火绣流仙裙乃是上好的岩蚕丝制成，不仅精美美观，还能温养经脉，暖宫益阴，送给女孩子再合适不过了。谢谢一凡哥哥。不客气。梅凡大哥，纳兰掌柜、严叔他，你们还是快去看看吧。蔡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病人下半身经脉俱断，这双腿怕是保不住了，想再行走怕是不能了。二叔，蔡大夫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能保住命已经是万幸了。怎么会？二叔，严叔，除非是传说中的大能出手，亦或是神药现世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可这世间哪有什么大能？又上哪儿找那么多神药啊？或许还真有。啊，真的吗？终于到点了。今天这个破班就上到这儿了。等等。天都黑了，一凡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回来了，蔡大夫，你看这些药材勉强能用吗？这是辟邪麒麟花、地藏百虫草王、运灵七星叶，这些可都是世间万金难求的灵药啊！不勉强，不勉强，保证药到病除。活了那么久，还是头次看到那么多灵药同时出现。那便好。啊，一凡哥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这个嘛，红花三七马钱子，还有什么能治疗腿伤的，我都要买。喂，我这可不是，疼，可不是感应门啊！一时情急，回到现在还以为身体依旧是断骨境。二叔，都说了让你多休息，你怎么又下地了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现在我这腿跟石头一样坚固，你就别瞎担心了啊！对了，你的一凡哥哥呢？他打猎去了，说是病人要多补充营养，还神秘兮兮的不让我们跟去。拳撤！这影拳的确有点意思啊！终于结束了。纳兰柔曾说过，黄阶顶级的武技晦涩难懂，想要入门，即便是天才也要经过3个月苦练。但经过地球的简化，这复杂的秘籍早变成傻瓜式的讲解。他要是知道我如今已经影拳圆满，还突破到内壮境后期，估计能惊掉下巴。不过为了突破内壮，已经狂吃了好几天动物内脏，那味道可真是毕生难忘。一凡哥哥，今天也是你最爱的猪肝鸡脸鸭肠腰花蛇胆汤。再去弄些野味给严叔补补就回去吧。啊，对了，再摘点野果子，若若那丫头最喜欢。谁？既然来了，就别躲躲藏藏的，出来吧！小子，竟然被你给察觉了，那就别怪我们等下不给你留个全尸了。是城主府的兰大小姐派你们来的，这你别管。总之有人出高价买你的命，上！一个内壮。
2个内撞出奇，哼，还有3个断骨境巅峰，这买家撑不下去了。不过算算时间，硕硕也快着急了，就不陪你玩了吧。武技，你居然会武技！情报上明明说你不过才断骨境，不会任何武技。咱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情报有误？以他刚刚出拳力道，完全可以震碎我们的内脏和骨头，却故意没下杀手，竟然能精准控制力量至此吗？说，雇主是谁？说了就给你个痛快。去道上打听打听，我们暗杀门可是流云城内最大的杀手组织，我们死都不会出卖雇主的消息，干脆点的杀了我们吧。哦，没想到居然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啊！那我也不难为你们，暗杀门是吧？我花双倍的钱买雇主的命，这生意干不干？哼，暗杀门可都是专业的杀手，绝对不会被收买。是吗？这除非开的价钱实在拒绝不了。如何？大人放心，暗杀门保证，白云城内不会再有杀手敢做您的生意。至于雇主，请宽宥我们时间，任务成功再向您复命。去吧。无论你是什么来头，想杀我，那便先尝尝黑吃黑吧。不过，还是得想办法再买几个武技才行，起码也要突破斑血境，在流云城才能横行霸道啊！纳兰柔那个小贱人，居然为了几个乡野刁民与本小姐结仇，是真当我城主府不敢动看万宝楼吗？我们希儿石的大铁，自然不和那自甘堕落的纳兰柔计较，小心别气坏了身子。看，这是珍宝阁最新款的金簪步摇，我命人排了好久才取到的，戴上就别生气啦啊！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那是，怎么会是他？林云凯，你这个废物！不是说好要替本小姐杀掉那个刁民吗？他怎么还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这里？什么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专门雇的专业杀手，不可能失手啊！废物！你根本就指望不上！本小姐亲自来收拾他。哎，星儿，别走那么快！哎，等等我啊！武器？公子前阵子不是才买了一部黄阶顶级武器吗？怎么又急着要新的武器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毕竟我现在除了钱外一无所有。好。不过也巧，宝楼昨日才进了一批新货，正要上拍卖会。这本黄阶高级的飘絮步是身法武器，应该符合你的要求。纳兰掌柜，事后若再有高阶武器，不用上拍卖会，我全要。哟，一个乡下来的穷鬼，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呢？纳兰掌柜，这个人今天看中的东西，本小姐全要了，无论他出多少，本小姐愿出3倍的价格，卖他不痛快。不好意思，兰大小姐，万宝楼自打开门做生意，规矩向来都是价高者得。什么？难道这个刁民出价还会比本小姐高？开什么玩笑！他要是付得起，本小姐今天就当众从万宝楼爬出去。啊，此话当真？本小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。不过，若你付不起，就给我跪下，舔本小姐的鞋。既然如此，纳兰掌柜就结账吧。好的，公子。我
迫不及待想看一出好戏了。等等，那不是万宝楼最尊贵的祥云令吗？祥云令，那是什么？很厉害吗？祥云令是万宝楼给特殊顾客专设的令牌，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。若是其他商会里有看入眼的宝物，持有者便可发动祥云令，不参与竞拍，直接收入囊中。最重要的，祥云令可以在万宝楼无限制赊账，流云城2000多万人，能拿到此物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什么？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头？万宝楼竟然如此高看他。事实上，几日前在万宝楼治疗完慕言书时，陈公子，刚刚那些治伤的药材，拜托你也好心卖一位给我们吧。纳兰掌柜，要不要我提醒你？你可还欠着我钱呢。这祥云令乃有万宝楼最尊贵的信物，我以此物来换取其中一味药材，可否？祥云令有什么作用？你且先说来听听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祥云令？此物连我爹都……刚刚兰大小姐是要出3倍价格是吧？我可以出30倍、300倍、3000倍。兰大小姐若拿不出更高的价格，你可以开始爬了。你有看见我家希儿吗？那是谁？就是美若天仙、魅力满满、漂亮还气质独特的咱们城主府大小姐啊！啊，城主府大小姐呀，漂不漂亮我不知道，气质确实是挺独特的。不愧是大小姐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！大小姐再快点，不然就天黑了。希儿，可恶啊！本小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兰大小姐，若你认为我白一凡是任人捏扁搓圆的软柿子，那你的算盘就打错了。我白一凡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若你再敢犯我，有死！好了，戏看得很过瘾，再见了。给本少爷闪开！希儿，你没事吧？林云凯，我改主意了。啊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哎，他就是白一凡？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刁民刚才是怎么羞辱我？你要是做不到，咱们的婚事就算了。等等，希儿，他就是1个月前抢走搬山诀和登天令的那个神秘人。你说什么？我知你一心想进入圣地修行，才想着拍下登山令讨你欢喜，没想到却被他半途截胡。我也曾派人去跟踪他，却被他使计逃了，自此下落全无。启禀少爷，那人身法诡谲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被他逃了。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？不行，我得赶紧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爹爹。还是自己的床睡得舒服啊。昨天才新买的飘絮布，共有108种变化，原本的确十分复杂，但经地球法则简化后，才1夜已经全然掌握。以引泉之力度，再加上飘絮布的迅速，如今就算碰到搬血境顶峰武者，我也能斗上一斗。好了，再下楼去采购一些修炼资源，便回去吧。一凡，你在家？为什么微信不回消息？刚刚敲门也不开。郭姐，抱歉，刚刚我在卧室睡觉，实在没听见。糟了，忙着修炼，
居然忘了今天得交房租了。别以为糊弄过去就行了，说好的月底结清房租，钱呢？我错了，姐，这些我先给你，我还要留200生活费，下个月我一定补齐。我说一凡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去端盘子，1个月也能挣3、4千。你这么壮实的小伙子，怎么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？这个嘛，白天在异世界忙着修炼，只有晚上才回来赚点钱，自然挣不了多少。拿着吧，200块在杭城，你要怎么活呀？先拿着吧，下个月要补齐啊。谢谢郭姐。你有一个订单，还有10分钟超时。在异界吃喝不愁，挥金如土，一回到地球就被打回原形了。要不试试富贵险中求？喂，爸，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我马上到。肇事司机抓到了，酒驾，没有保险，现在连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，亲戚朋友也全见了个遍，可后续治疗费还差30万，也不能保证他能醒过来。小凡，是爸妈对不起你呀！爸，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兄弟，我来想办法。小凡，真是马生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啊！放开我！啊！别让他跑了，快抓住他！放开！不想挨打的话，老老实实跟我们走，要不然有你好看！别乱动！住手！啊！一群人渣在这欺负一个女孩子！我的腿啊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是。丫的，这女人身边的保镖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怎么又来一个？去死吧！很好，跟之前的预想一样。我在异界的修炼等级虽然没有彻底的对等转换过来，但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这副身体早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。无论是敏捷度还是抗击打能力，对比之前都大有所升。太慢了！竟然在不到3分钟内，陆续击败我们7个训练有素的兄弟，这是什么恐怖的战斗武力值？结束了。啊！什么时候？不行，和这个人对战完全就是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可能。这……喂，你应该没受什么伤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盯上你，但还是快点回家吧。哎，等等，那个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抱歉，我还有外卖要送，超时要扣钱的。害怕的话，我可以现在替你报警，等警察来了。送我回去，给你100万。砰！还上个球的班。小姐姐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抱歉啊，白一凡，让我先和家里人报个平安。应该的。什么？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啊！要是蓉蓉有个3长2短，你们全都原地自杀吧！大小姐，我们一定会找到2小姐的。姐，蓉蓉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白一凡。我回来了。姐，我以后再也不随便乱晃了。平安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姐，好了，乖，不哭了啊。
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了，感谢你救了我妹妹。不嫌弃的话，我想宴请你一番。用不着那么客气，宴请就不必了。你妹妹答应会给我100万作为酬金，这个承诺……啊？什么？她居然说要100万做酬金？当我没说。哎呀，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啊！算了，本来就是路见不平，一开始也没指望要什么报酬。我堂吉了妹妹的命，居然才值区区100万！你是在侮辱你自己，还是瞧不起你像我？姐，等！这里面是1亿啊！绵薄之礼，就当我们唐氏集团的一点心意。等等，唐氏集团？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市值超过500亿的唐氏集团吧？没错，不过这点钱远比不上你为我妹妹做的。我们唐氏集团还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开。不必等到日后，现在马上立刻。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成吗？放心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已经请到了国内外这个领域内最优秀的5位专家过来研究手术方案。相信阿姨很快就能康复。美娟，坚持住，很快就能好了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父母过世的早，我也只有这一个妹妹了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她有事。堂姐，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了，你们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。回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白一凡出力的地方，一定尽力。倒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你能不能抽空训练一下我们唐氏集团的保镖？老大，请教我们格斗技巧。等等，训练？实不相瞒，不久前我曾派人去调查那些对蓉蓉下手的人，我猜的没错，就是商业对家过来的，目的是打算以此牵制唐氏集团。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意外，那些被你打倒的专业打手，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无法恢复，似乎还留下了心理阴影。别过来！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但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们的人，让他们提升？这个嘛，其实主要还是实战经验，再加点技巧。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，最多半个月，也会支付您相应的酬金。至于价格，您可以随意提。真不愧是做生意的商人，完全不给我拒绝的余地啊！行，我尽力吧，但可不保证一定会有效果。那就说定了，我来安排时间，保证不会耽误太多你的私人生活。正好，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老妈，等还上这个人情，就真正的两不相欠了。就是这样，对方如果出拳，可以迅速攻击他下盘。就这样，我在唐氏上了半个月的班。美娟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治疗方案定下后，母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也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多吃点儿，才有力气康复。好。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？这边的事情都料理得差不多了，也该回去看一眼了。忙了小半个月没回来，不知道铁树和若若他们回穆家村之后怎么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叔叔、铁叔、叶叔，你们在哪儿？白公子，纳兰掌柜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们一直在等你。哥，痛，你轻点啊！对不起。谁？铁树、严叔，是我，一凡。一凡，你回来了。一凡，是一凡回来了。
铁叔，看见你们没事，真的是太……这怎么回事？铁叔，你的右手还有大家……没事儿，只是手断了。幸好大伙都还有面，不是吗？等等，若若呢？我怎么没有看见她？若若她……疼。若若乖，要清洗伤口，换药了。换了药好起来就不疼了。好，这是我不要上药。若若，你冷静点儿。蔡爷爷，你让我去死吧！我不要像个怪物一样活着。若若，若若乖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一凡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命算是保住了，只是这烧伤太严重了，全身上下几乎都没有一块好皮。貌美如花的小姑娘，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，不知道下半辈子要怎么办啊！谁干的？罪魁祸首是林家，还有程主府。说吧，今天什么事？蓝伯父，小侄没什么事，就是命人收集了几箱零食，想要送给蓝伯父，是我作为晚辈的一点心意。哈哈哈，这些零食品质不错，你用心了。金儿看人的眼光不错，是个好孩子。哈哈哈哈，伯父你喜欢就好。哼，上赶着巴结我父亲。白一凡那小子呢？怎么过了那么久还是没找到啊？不是说要替我挫骨扬灰出口恶气吗？就这么点能耐啊？心儿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心儿，休得再胡闹！白一凡此人凭空出现，财力雄厚，堪比帝国。之前我听卡尔所言，他甚至还可以挤压暗杀门一众高手，反向买通，实力莫测。玉琴此人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啊，爹！好了，你在万宝楼所受之气，为父知道。我已让凯儿带着人马将穆家村屠村，也算是为你出了口恶气。你就别折腾他了。不过我们最后清点尸体的时候，发现穆家37口贱民，还有10余口不见踪迹，也不知剩下来的人究竟去了哪儿。莫不是被人救了？那就全城下通缉令，穆家村余孽和那个白一凡，挖地3尺也要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在流云城算是有些人脉，得知了城主府要动手屠村的消息，于是便立刻安排了一些人手。可惜林家下手太快，等我的人赶到，整个村子已经乱无踪迹。危险，房子要倒了！村子里面还有1个人没救出来。可恶，居然连婴儿都不放过！快，这个人还有气！若若当时躲进女缸之中逃过一劫，但也因为火势太猛，是他们当中烧伤最严重的。以我的能力，只能做到如此了。纳兰掌柜，这个恩情，我白一凡记下了。白公子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杀！不行，城主府和林家都有班血境的武者，而且还不止1名。那城主蓝泉实力更是达到了肉身5重洗髓境，5马都不能分其尸。而且据说他还有一件高级法器傍身，你杀不了他。我虽不喜杀戮，但若谁要杀我亲友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肉身5重又如何？我偏要宰了他们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要麻烦你照顾他们一阵子。
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黄灵、川芎、黄柏、冰片、香油。哎，我说小哥，你家是有什么人烫伤了吗？怎么最近来买的都是烫伤类的药材啊？这你就别问了。好嘞，您慢走。虽然是位大主顾，但总是神秘兮兮的，可真是个怪人。一凡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旅游吗？你们放心去马尔代夫吧，钱的事不用操心，卡里还有50万，都是我当教练挣来的，够你们在那边玩上半年。妈的病刚好，正好你陪她去散散心。哎，一凡，孩子长大了，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。咱们做家人的，应该是孩子永远坚实的后盾，而不应该成为阻碍他前进的负担。来了。大晚上的，谁发这么多消息？顾姐，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，拖欠的房租已经补齐，直接转你微信了。余下的钱就当我提前支付之后的房租。之前的事，真的多谢你了。没看走眼，还算是知恩图报。能提前支付房租，看来是找到工作了。不过，该不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吧？等等，10万？这臭小子到底是干了什么？蔡大夫，这些药材真的会有效果吗？如果按照上古秘方来说，是不会出错的。只是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是怎么这么快，就凑到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10味药材的？快吗？我倒是还嫌慢了。古界能带的重量有限，这些天只能一趟趟的来回筹备。哎，可恶，超重，还得再小一点是吗？纳兰掌柜，我们来了。但是这其中一味药引就价值连城，白公子对朋友之意，真可谓天高海深呐。药已经做好了，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一凡哥哥，我真的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？相信我，等你好了，我给你买10件好看的裙子。你不是最喜欢穿漂亮裙子了吗？若若，你怎么了？一凡哥哥，我真的恢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因为真的太吃惊了，才打碎了镜子。若若呀，我这把老骨头被你吓得，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若若，变得比之前还要漂亮了。谢谢一凡哥哥。新几颗龙尾草独自闯荡江湖，身后还有数不尽的灵药宝库，它究竟来自什么地方？纳兰掌柜，这些龙尾草算是我给你的谢礼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事拜托你。公子请说。请把万宝楼所有的高阶武器都拿出来。还有，我想要选一个地点闭关，越快越好。不够，得尽快提升自己。我与那洗髓境的蓝钱，整整差着一个大境界，要尽快拉小差距才行。再来！烈阳斩！不够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我说掌柜的，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部武技？他这样没日没夜的练下去，真的不要紧吗？还有，莫不是我老眼昏花，居然将高级妖兽的血当水一样喝？蔡大夫，江湖上的事请少打听。他现在拿出什么，我都不吃惊了。暴雨剑法，月斩！
我终于突破了！兽身4种，翻血境，终于突破了！白公子，你真的是太强了，居然只用了半个月就突破至斑血境后期。这些日子多谢纳兰掌柜了，我马上就要行动了。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回来，还请你护送若若和铁叔他们出城，彻底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公子稍后，请公子收下此物。这是一张蛮牛符，使用过后可以提升武者最大的力量。另一张是护身符，用于防御高强度攻击，它们更能维持半炷香，可助公子一臂之力。还有这把斩杀剑，乃燕国剑谱10大名剑之一，据说有护主之能，我特意从其他坟楼调过来的，可供公子使用。多谢纳兰掌柜费心，这些钱我会。不必，萍水相逢，白公子愿意舍命替穆家村人报仇，纳兰柔敬佩之至，也同样愿助公子一臂之力，唯愿公子得偿所愿，凯旋而归。那便多谢了，这份情依凡记下了。就是这里了吧？什么人？阴府重地，闲人！啊，这小子好快的速度！我是取你们狗命的人，复仇开始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能娶到心儿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只要和城主府攀了亲，日后这流云城还不是我们林家的天下？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林大富的儿子，真有出息。什么声音？是谁？快出来！也敢来我林家捣乱！老爷，救我！白一凡，又见面了，林公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你个白一凡，本少爷还想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天我便擒下你，送给心儿亲自发落。看拳呀！就你呀！我的手！你居然敢拧断我的手！哼！什么时候突破到斑血境后期了？我不仅敢弄断你的手，还敢弄断你的腿，凑你一个好事成双！凯儿，爹，快逃，去找城主来！好，凯儿，你撑住啊！哼，想逃？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你不能杀我们。为何？穆家村之事，是我父子2人奉城主之令做的。你若是杀了我父子，城主大人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哦，对，我和心儿已经定下婚约，算是蓝城主的半个女婿。动我和我爹试一下。爹，试试便试试吧。你居然真的敢！白一凡，你别杀我！我愿意把整个林家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林家的财产，哈哈哈哈！真是笑死我了！把你们林家打包卖了，能值几个钱？1000万金币，还是5000万？看在你快死的份上，也不怕告诉你，我随便拿出的一味药材，就价值几千万，甚至上亿金币。你说我看得上你们林家这3瓜2枣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不要杀我呀！不必和我道歉，若真心悔过，就和你爹一起下去，为穆家村死去的人赎罪吧。接下来就是城主府。
不好了！城主，不好了！林府刚刚传来的消息，林家遭袭了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据逃跑出来的小妾说，是一个叫白一凡的年轻人前来寻仇，你在府中杀了不少人。白一凡，传我命令，立刻封镇流云城的大小出口，让庞林和玉雷两位将军带300甲卫随我去林家捉拿贼子。是。该死，这小子不是应该死了吗？嘿，元昭、谢兵，你们2个留守府内保护大小姐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报信。属下领命。谢将军、袁将军，弟弟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这么兴师动众的。见过大小姐，应该是抓朝廷钦犯。啊，捉钦犯？那你们怎么不去啊？城主大人让我们留守府内，以防万一。行了，那你们留守在外院吧，有事我会叫你们。是。弟弟真是的，哼！我城主府有4大将军，个个都有搬喜镜，弟弟更是洗水镜的存在。哪个部长演的敢袭击我城主府啊？只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小姐，奴婢伺候您休息。今天您喜欢哪件寝衣？这件衣服怎么还摆在这儿？林公子说了，这件是价值连城的宝衣。穆若若那个小贱人，给我舔鞋都不配。她那衣服有什么好的？也就是林云凯那个不识货的男人，当个宝贝似的献给我，赶紧给我扔掉，扔掉啊！看着我就心烦。是。陆家村那一群贱民，想起来就只会引起本小姐的生理不适。还有那个白一凡，抢走了属于我的登天令。如果下一次再碰到，我一定要亲手砍下他的狗头。红儿绿儿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蓝大小姐，你要怎么砍下我的头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可是城主府，你竟然敢擅闯我城主府！城主府那又如何？你别过来！来人呐！有刺客！不用喊，你院中的百名护卫，还有那2名镇守的斑血镜将军，已经全都被我杀了。白一凡一个人杀了2个斑血镜的将军，而且还是秒杀，我甚至都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。蓝心儿，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吗？我记得我曾警告过你，不要招惹我。穆家村屠村是你和林云凯一起策划的，对吗？林云凯已死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不要！白一凡，求你放过我！我才18岁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只要不杀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硕硕才13岁，穆家村那些被你们烧死的孩子，有些还尚在襁褓，他们又何其无辜！白一凡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，你别杀我可以。对了，我还是处子之身，杀了我，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？你这种毒妇，脱光了我都嫌恶心。不过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你不是说硕硕不配给你舔鞋吗？那，现在把我的靴子舔干净吧。你怎么？刚刚不是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吗？
大小姐为了活命真卖力啊！可恶的白一凡，竟让你得意一时半刻！我只需拖延到爹爹回来，定然让你五马分尸，不得好死！好了，舔干净了。舔干净了，就上路吧！城主大人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心中隐约不安。不对劲啊，城主大人！属下奉命先一步查看，到了灵府时，发现里面只有护院的尸体，林大富和凌云凯却不知所踪。什么？不好！调虎离山之计，快回府！驾！姓白的小畜生，你若敢动心儿一根指头，本城主定要诛你9族！城主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全体迅速集合，回府！是。这心儿，你终于来了。白一凡，我誓杀你！每周2、周5更新，敬请期待。谁杀谁不一定。剑雨，是暴雨剑法。暴雨剑法，传说中皇阶顶级的剑法，即便是我，也要花上1年时间才能入门。你小子前后消失不到2月有余，居然以内壮境的根基练成圆满了。你这老家伙，倒是有点眼力。难怪你能杀了我城主府那么多高手。不过，区斑血镜想占洗髓镜，可谓不知死活。暴雨剑法第2式，奇雨。什么？可恶！天雷剑，这是给我破！是法器。小畜生，居然能逼我使出法器！今天你也算是死得其所，去死吧！挑续步，哪里逃？走，要躲不开了。小畜生，你跑？你倒是在跑啊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毫发无损！蓝大城主，你这雷电之力倒也不怎么样。雷电之力被吸收了，这纳兰掌柜给的护身符真是好使。且试试另一张吧。蛮牛符，呵，符传，你居然有符传！暴雨剑法第3式，剑扑！臭小子，和你拼了！霆万钧！哈哈哈！就算用了符传强化肉身，但想以力量和我抗衡，你还嫩了点儿。谁说我想用力量杀你了？不好，你难道还有什么底牌不成？好快！也算不上是底牌，这是暴雨剑法终极杀招。第4式。我怎么会败给你？不可能！在你行不义之事那一刻，你就该明白会有这么一天的。结束了。这就是那个法器吗？
没想到小小戒指里能蕴藏如此雄厚的雷电之力，如今归我了。驾！城主，还有大小姐，我们的人居然全都被杀了！你们听好了，降者不杀，违者杀无赦。这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白一凡公子怎么样了。掌柜的，出大事了！啊，怎么了？难道说我们的人传来消息，林家的林大富和林云凯全都死了，城主和兰心儿四大将军也全部被杀，城主府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一夕覆灭啊！小心！老天保佑，他做到了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四大将军个个都是反血境，四人联手可战洗髓境中期，而白公子明明2个月前才刚突破内壮境啊！这流云城的天，怕是要变了。让开！都闪开点！出什么事了？爹，这是什么？白一凡，燕国最新的通缉犯，斩杀此人头颅者赏100金，提供消息者赏50金。五官这人面相，不像是恶贯满盈之徒啊，怎么会被悬赏通缉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赏金低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我画得这么丑？算了，既然如此，也该换个新环境玩玩了。也不知道白公子现在怎么样了，他今后又是如何打算的呢？啊！这是……我马上就要离开流云城了，多谢这段时间的照顾。锦盒之内，乃我送给你与穆家村之人的礼物，可保你们一生衣食无忧。你我若有缘分，自有相见之时。后会有期，白一凡。这些天才地宝，我以前居然从未见过。白公子，后会有期。这。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近日10大圣地之一的五行圣地要公开招徒了。据说啊，哪怕圣地里最低阶的功法，一旦流入世俗，也会变成人人争抢的绝世神功。哇！若能成为圣地修行的弟子，那可是天大的造化呀！哼，弟子真没出息。若是能成为圣地长老，就连王公贵族、皇上亲临都可以不放在眼里。五行圣地在魏国，距离咱们燕国有万里之遥。若不乘坐云舟，跑死20匹马也到不了。那快走吧，去晚了可就没位置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云舟。据说这云舟速度极快，可以跨越天堑，直达目的地。掌柜的，1张去五行圣地的票。云舟只能到魏国五行城，500金币1张。哪里来的土包子？连云舟能去哪儿都不知道。还有，我们云舟上住宿很贵，哪怕是最差的皇子客房，一晚也要3000金。要是付不起，只能睡那没有任何抵御法阵的甲板上，风吹日晒了。给我最贵的。好嘞，马上为您准备咱们云州最上等的天子1号客房。我去，我可真该死，这又是哪家的财神爷下凡体验民间疾苦来了？嘿嘿。等等，掌柜的，我出双倍价格付天子1号客房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
只要是我王家人看上眼的东西，就必须是我的。这间天字1号房，本少爷定了。喂，搞清楚，这房可是我先定的。两位客官，天字1号间的确已经被这位公子定下了。您看，哟，哪儿来的不知好歹的蠢货，居然敢和我们康亲王府作对？喂，蠢东西，你听好了，我王梦可是燕王陛下亲封的郡主，赐名羚羊。我哥王腾那可是康亲王府的世子。哼，跟你说话都算抬举你了，还敢觊觎我们王家人的东西，是想找死不成？怎么哪里都能遇到这样仗势欺人的傻缺？他居然是康亲王府世子！小伙子，把客房让出来吧，皇亲国戚，你可惹不起。亲王世子，那又怎么样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客房既然我先定下，那就是我的，出多少钱也不让。还有，乖乖滚去后面排队，两条傻狗！你怎么？两位别动气嘛。那个王公子啊，您看，要不您先到后面排个队，小的给您预留隔壁第2好的上房，如何？乖乖，你一个有权，一个有钱，哎呀，我可谁都得罪不起啊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可知道和我康亲王府作对的下场？那你知不知道和我作对的下场？好，算你有种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出门在外树敌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可别连哪天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认同你的观点，不过嘛，到底是谁比较危险，那可不好说。哪里来的贱民，敢让我下不来台？两位客官，银舟马上就要启程了，再耽误下去，哼，算了，本少爷暂且不和你这蠢物计较。掌柜的，马上给我安排天字2号房。哥，梦儿乖，听哥的话，委屈一晚，等到了5行城给你买最贵的衣裳赔罪。你说的，到时候不许赖账。我说的。好嘞，小的即刻为王公子安排天字间2号客房。乖乖，这可算是解决了。等等，我同意了吗？我这个人睡觉，向来不喜欢有人在我隔壁叽叽喳喳。掌柜的，天字间所有客房我全买下了。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先来后到，我还没说结束，有问题吗？公子，您拿好，这是天字号时间所有的房卡。还有王公子，后面排队去，得干完这票就跑路吧，这一票赚的一辈子也花不完呢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我看你这小伙子安安静静的，不像某些人碍眼，这件就送你吧。真的？白送啊？哥，这家伙分明是故意给我们难看。不用你说我也知道。你给我站住！小爷我有事找你。你是？走一个！干！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说得好，说得真好，真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。你到底是？我叫刘威，出身自吴国的一个商会家族。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白一凡，燕国人。吴国是燕国的邻国，民风尚武，总体实力可比燕国强上不少。相逢就是缘分。你今日不畏强权之举，我刘威全部看在眼里，实在佩服你的人品，因此特意来结交。
也不怕告诉你，我这次旅途是要去参加五行圣地的入门考核。那王腾、王梦两人若敢报复你，上门找茬，我刘威第一个不放过他。今晚有兄弟我罩着你，你睡觉就放1万个心吧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担心这事儿了？来，再走一个。今天我请一凡兄弟喝酒，咱们不醉不归。我看你才是上门找茬的人吧。出什么事了？李叔好，是雷暴雨，雷暴雨要来了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想走，快跑啊！哈哈哈，这雷真是来得妙。云雷镜，该你出场了。在路上，我曾仔细研究了一下蓝琴的云雷扳指，这件攻击性法器可以在雷雨天气储存雷电，在必要时候释放出来，轰杀敌人。只可惜，这7日来居然一次雷雨天气都没有碰到。这，如今这雷暴天气来的真是正合我意啊！这个发生了什么？快撤！这雷终于混到一起了！这屋子了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们天子坊不是有庇护法阵吗？为什么把所有人丁都冲这里来了？哈哈哈哈！来吧来吧，尽情的吸收吧！成了，如此一来，底牌便再多添一张。你们看，哇，到了！五行城到了！哎呀，终于下船了。这就是五行城参加圣地入门考核的地方。我听说魏王为了讨好五行圣地，才斥巨资建造了这座城池，豪华程度比魏国王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哦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这么多人，属实是有点夸张。这可是圣地考核，成千上万的武者从五湖四海赶来，汇聚在此，自然是人山人海嘛。你再看看天上，这些人是……嘿嘿，看见了吗？那可是神通秘境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神通秘境的修士呢。神通秘境与气血外放不同，体内可衍生出灵力，飞天遁地，御剑而行，无所不能。这圣地果真来对了。肃静！这位啊，怎么了？这是我乃五行圣地内门长老严云松，负责本次入门考核。欲入我圣地修行之人，于午时进入城东比武场处登记，进行弟子考核测试。若考核通过，即可前往五行圣地修行。哇，是五行圣地的内门长老，快走，报名要开始了！走，明确！五行圣地的考核报名要开始了，白兄弟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你加油，我会等你。等我？什么？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大哥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千万别被那兄妹俩找到了。咱们就只能就此别过了，保重。哎，不说了会等你吗？保什么重？说不定很快就会再见了。报名登记的就在这里了，排好队的排好队。败了，李兄莫放在心上。你看我连进去比斗的资格都没有。洗髓镜，下一个。哥，是那小子。
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这家伙也想参加五行圣地弟子考核。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替我宰了那家伙，出口恶气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咱们先办正事要紧。待我们正式成为五行圣地弟子，在云州上受到的屈辱，定要让这小子以命相偿。白一凡，斑血镜。才斑血镜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恐怕他连这道比试的门都进不去，即便侥幸进去，和人争得头破血流也拿不到一个名额。这是可以免考，请进门稍等片刻。多谢。什么？免考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历？这登天令是何人所持的？回禀长老，那人名叫白一凡，弟子已用测灵碑测试，他的资历不过为最低等的皇阶。依弟子看，多半是钱多的富家公子无意中拿到了登天令牌。严长老，此人该如何处置？我五行圣地外门弟子最低门槛也是肉身五重洗髓境，他一个只有斑血境，还只是皇阶资质的小子，在我圣地只配当一个杂役弟子。不过，既有登天令在手，便破例赠他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吧。是。斑血镜在世俗国家都能当个将军统领，没想到在五行圣地，居然差点连外门弟子都够不上。来自地球的我，居然只凭了个皇阶资质，明明我的肉体强度早就超过几个大境界。算了，这里的资质评估真是莫名其妙。资质差就差点吧，背靠地球这个无限资源库，还能简化功法武器，只要日后勤加修炼，未必不能闯出一片天。五行圣地到了。五行圣地居然建立在云层之中，此乃五行天宫，圣地的中枢核心，非内门长老真传弟子不得擅入。你们日后的修炼之处在此，从此以后，你们就是我五行圣地的外门弟子了。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门规，凡事首先要考虑圣地的利益。这是身份玉牌和各自居住的院落地图，你们自行前往即可。房中会有门派手册，务必仔细拜读。是，长老。净身符、骑行符、生火符、取水符，还有灵石和高级疗伤丹药。圣地出手还真够大方，价值几千万金币的东西，成为外门弟子居然直接送。万古大典，万古大陆分东川、南荒、西海、北原、中州五地。人妖魔三族鼎立，这个之前便也知道了。人族10大圣地分别是无为、黄极、五行、广寒、真武、战天、天书、多宝、紫皇、缥缈。其中无为圣地最神秘，门中弟子历来不超过5个，每一个都是精彩绝艳的盖世天骄。黄极圣地独占中州大地，底蕴实力最强，门派形式也最为霸道。真武圣地和斩天圣地分别以炼体和剑道为主。广寒圣地向来只收女弟子。五行圣地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院，乃仙剑圣地，
资历为10地中最年轻。10大圣地之中，黄旗圣地最强。早知道就想办法奔着那边去了。虽说我现在有花不完的钱，走捷径也可以雇派保镖，但倘若自己是个废物，难免有人觊觎财产。只有自己变强，才是王道。我记得断骨、内撞、搬血3境都是讲究滋补，一经换血才行。地球上有什么能让我洗水罚金的东西吗？这1个月，我辗转于地球和异世界，因为通过查阅资料，发现使用灵药药语改变体质，能比直接吞服更加稳定。当归、莲子、天冬、薏仁，都是中医馆开的清热排毒的方子。越发觉得身体变得比以前更轻盈，力量也大了数倍，就连脑子也一片清明。这次一定要冲破搬血境的桎梏，给我破！成了。这件气血杀衣鲜亮厚实，比蓝前的那件坚硬数倍，完全能媲美开窍境的气血铠甲。是效果。看来不只是气血杀衣，现在我的一拳估计有2、3万斤的力道，比普通洗髓镜可强了不止1倍。五行圣地的修行之路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宗务堂，五行圣地内管理宗门大小事务之地，同时也是弟子们领取俸禄、执行任务的地方。这是你这个月的俸禄，拿好。下一个。多谢长老。五行圣地的弟子修炼期间，任务完成，可以主动领取宗门的大小任务，或者兑换资源，报酬以贡献点计。贡献点可在身份玉牌之中查看。每个弟子刚入门的时候，都会赠送50点。贡献点最大的作用是用来兑换五行圣地内武器阁的武器。据说武器阁藏数万件武器，哪怕得到一部，武者实力都可以突飞猛进。万古大典上提到，获得贡献点的途径一共有3种。低级任务面向洗髓境弟子，报酬是100到300的贡献点；中级任务面向开窍境弟子，报酬是300到1000贡献点；高级任务面向子府境弟子，报酬是1000到5000贡献点。第2种直接上交天才地宝。第3种则是猎杀圣地通缉榜上的罪犯。第3种获取贡献点最多也最快，但能上这个榜单的人都是圣地的穷凶极恶的嗜血之徒。每年都有一些圣地弟子自恃实力接榜，结果统统有去无回。门派任务给的贡献点太低，杀通缉犯又太过冒险。上交天才地宝最为稳妥，简直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。但如今五行圣地可不比在流云城，此处鱼龙混杂，若是频繁拿出天才地宝，难免被有心之人惦记上。虽然不怕事，但为了避免小麻烦不断，还是以做门派任务为掩饰，再意外获得些天才地宝吧。长老，我要领取低级任务。好。你们站住，乖乖的把灵石交出来。师兄，这是我们全部都领石了。还是高师兄聪明，只要在发放俸禄日守在这必经之路上，灵石自然手到擒来。荒藤老弟说的什么话？明明就是他们自己主动给我的，我可没逼他们呀。你说是吧？是。高师兄，时候不早了，您看，要是结束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结不结束得我说了才算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这个臭小子，他果然也来了。认识？哼，不仅仅是认识。高师兄，且听我说，几日前我在云州之上。原来如此。这人虽然不知底细，但出手阔绰。我后来打听了一下，只有搬险境的他，选拔那日是用登天令才能进入圣地的。能买得起登天令的人，看来家底的确丰厚，想来好东西少不了吧？唉，真麻烦，突然拿出至宝会被有心人盯上。我现在还不够强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还是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，不要轻易暴露底牌的好。等等，师弟，借点东西呗？啊？什么东西？灵石。这是新来的弟子吧？真惨，居然碰上高阳了。高阳作为副官，平日里仗着自己武艺高强，尽是欺凌弱小，几乎每一个新来的弟子都逃不过他的魔掌。这下糟了，这家伙完蛋了，这小子惨了。也不是没人反抗过，但只会被揍得更惨。哎，倒霉的新弟子，服个软把灵石给他吧，没必要硬碰硬，不然以后可有苦头吃。想借灵石？可以，不过你得先跪下来求我。什么？啊！这新弟子在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找死！躲开了！好快的速度啊！高阳这个洗髓境巅峰居然没讨到便宜，看来这小子实力比我想象中的棘手一些。小子，刚才的话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怎么不敢？磕一个响头，借你1块灵石，连磕10个，再多借你1个。师兄想要磕几个呀？小兔崽子，你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！住手，否则我禀报长老了。刘威？哎，白一凡兄弟，怎么是你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会在五行圣地？你骗我！你当时也没问我的目的地啊。哎，那倒也是啊。居然敢无视我！哎呦，等会儿再聊。居然忘了这里还有点事儿，要处理。什么？哎呀，师兄，你怎么不讲武德啊？背后偷袭的习惯可不好啊！高师兄，我没看错吧？高阳被一个新生吊打。一凡小弟，你快放开！高师兄还真是让人伤心呐！我明明还想好心的借给师兄灵石的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好好和我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但看师兄这样，应该是拉不下面子的。那师弟我可就换个方式。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也和师兄借点灵石，如何？我道，可恶！这家伙压根没想让我张嘴。啊，师兄不好意思道歉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我的灵石，我直接替师兄选了。多谢高师兄如此慷慨。高师兄，高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昏过去了。这些都是高阳平日里为非作歹抢来的吧？拿去还给施主吧。多谢。好。不过你全给我们了，你不自己？不急，这不是还有几只小老鼠吗？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积蓄，请收纳。晶石放在地上，你们滚吧。好嘞，马上滚。您看我们滚的姿势标准吗？还不错。白一凡，咱们走着瞧。
明明感觉到了一股寒意。一凡兄弟，没想到你武功那么厉害。嗨，当日在云州是我眼拙了，还大言不惭要保护你。不过你打伤了高阳，不怕他回头找其他人报复吗？嗨，高阳这种人，平日里耀武扬威惯了，若是吃了鳖，只会烂死在肚子里。毕竟多一个人知道他被新来的弟子打伤，他就多丢一次脸。至于日后如果他想来阴的，我白一凡奉陪到底。嘿嘿，你这是第2次令我刮目相看了。哎，正好，我和3个同门接了个任务，还差1个人，你来不来？什么任务？嗨，白一凡，我们这个任务啊是这样的：最近魏国南方边境有一个大将军叫杨世忠，疑似勾结魔族，叛国谋逆，甚至抓捕无辜百姓，修炼血功。嗨，这是一个低级任务，报酬还不错，拿到证据，擒拿叛将，咱们每人便能拿到60贡献点。明白了，一个低级任务给300贡献点，确实还不错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卢傲卢师兄，张铁和沈新宇，他们都是我的邻居，平日里经常见面的。你好呀。各位，这是白一凡，我在云州上认识的朋友，住在翠竹山。幸会。刘卫，去了大半天，我当你找谁过来了，最后居然把这个人给带过来了。白一凡，只用登天令免考，资质评级的时候只有黄阶低级，但凡关心一下门中琐事，都断然不会找他。你让他加入，是想拖我们后腿不成？卢师兄，别那么说。一凡兄弟虽然境界不高，但实力我可是亲眼见过的，绝不会拖我们后腿儿。卢师兄资历丰富，想必平时藏书也看过不少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书中但凡说出刚刚去世的人，最后的脸可是会被打肿的。你，那个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个节骨眼儿，咱们就别内讧了吧。是啊，卢师兄别动气，别动气。再说咱们这个等级能凑到人头就已经不错了，我相信刘兄弟的眼光一定不会出错的。罢了，要怪只怪我居然指望你这个饕餮血脉的废人能够找到人。准备一下，就启程吧。饕餮血脉，那是什么？你是刘威的朋友，难道不知道吗？刘威是饕餮血脉的拥有者，这种与生俱来的资历源自上古凶兽饕餮。拥有这种血脉的人，从小食量就比别人大很多，修炼也很容易，只需要不停地吃东西即可。所吃的东西灵气含量越高，武者修炼速度就越快。但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，饕餮血脉也是一种废脉，因为他修炼所需的资源是同龄人的几十上百倍，越往后就越吓人。圣地的长老也不傻，同样的资源完全可以培养100个同境界的修士，换作是谁也不愿意做这亏本买卖。没关系，我从小到大都明白这个道理。好歹长老还是赐了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的。是啊，即使没有资源，你一辈子都是外门弟子，我张铁也不会看不起你。会说你就多说点。修炼资源吗？别的我可不敢说，但地球上的资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10大圣地加一块估计都比不了。只要我想，估计很快就能把你培养成神通秘境，甚至是超越神通秘境的存在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，先不说结交未深，到时候刘威盘问起这些宝贝的来历，可不好解释。目前看来，刘威此人仗义直言，还是值得深交。一凡兄弟，我们也走吧。还是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。这杨世忠情报上说，他是洗髓境中期的实力，麾下有4大统领，也不过是斑血境巅峰。不过比较棘手的是，他可以随时调动30万精兵，
什么？双拳难敌四手，如此庞大的士兵队伍聚集在一起，即使个个只有淬体境，届时也很难对付。看来我们这次任务只能暗中进行，不能明着来。没错，情报上说，杨世忠勾结魔族，抓捕平民百姓修炼血功，罪孽滔天，随时都有可能造反。若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此人我们能活捉最好，实在不行，就把他的尸体带回去。好。前面就是将军府了，用逆气符。好，走。好奇怪的一阵风啊！混进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找到杨世忠。找到了，杨世忠就在那儿。将军，您回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近日天气酷热，老爷行军操练，莫要伤了身体啊。夫人有心了，最近军务繁忙，若是结束的早，我会尽早回家陪你用膳。哎，要是咱们的素素还在，我也就不会那么寂寞了。夫人，我去练功了，你早些休息。哎，老爷。他在朝我们这边看，难道暴露了？走了，我们跟上去。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果然有鬼！堂堂将军府里，居然设有地宫暗门。等着杨世忠下去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杨世忠已经下去有1刻钟的时间了。罗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上去？进密室，我看这杨世忠简直是在自寻死路。没想到，这小小的暗室之下，居然隐藏着如此庞大的地宫。都跟紧了，注意警戒。这味道，如此浓烈的血腥气，看来情报说的没错，这个杨世忠果真在修炼魔道血功。等等，你们看，真的是血池，如此多的白骨，这杨世忠是杀了多少人？还有魔气，他居然是在练魔魁。你们4人先占据东南西北4个方位，待会儿听我口令行事，咱们同时以阵法进攻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的？躲开！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原来是几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鬼鬼祟祟潜入我将军府，是想找死？杨世忠，你身为守关大将，却勾结魔道，杀害百姓，祭炼血功，罪无可恕。我行圣地弟子今日必诛杀你！圣地，居然引来了圣地弟子吗？这不祥的预感是5个洗髓镜，不错，离本将军练成血煞魔魁又近了一步。不好，他是故意引我们进来的。什么？糟了！你们今天就成为我新的祭品吧！起射！杀！我们也。等等，先别轻举妄动。魔鬼被释放了，大家小心！这速度，这动好快！这力量好强啊！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啊！可恶！该死的，这些东西有些棘手啊！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还撑得住。杨世忠，你居然敢炼制魔魁，你死定了！尸魁是指用特定法术将已死之人的尸体作为傀儡操纵使用，而魔魁则是用活人生祭
这样制作出来的傀儡，能够保存原主的一切记忆和实力，甚至后天还能通过修炼不断变强。4头洗髓境中期的魔魁，再加上杨世忠，而且貌似有一头更强的魔魁还没出动，事情变得麻烦了呀！给本将军杀！拼了！去死吧！解决掉了一个。无知！我这魔魁岂是你们这么容易杀死的？恢复了。卢师兄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快想想办法呀！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。你们定住，我去杀了杨世忠。擒贼先擒王，必须先断了魔魁的控制。玉气符杀！你是几人中修为最高的吧？但想对付本将军，还差了火候。卢师兄，开窍境，情报有误。完了，居然连修为最高的卢师兄也……哼，无趣，把他们丢进血池。我们难道就命丧于此了吗？朴叙不。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手！我杀了你！暴瓦剑法第2式，急雨。这血遁！什么？血遁都挡不住！快看，魔魁失去行动能力了。结束了，停止抵抗吧。天哪，白一凡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凡，居然用黄阶剑法就能将我伤至此吗？不愧是圣地弟子啊！不过今天注定是你们的死期。糟了，最后一个魔魁被解开了。白一凡，危险！这个杨世忠居然祭炼出了一头开窍境巅峰期的魔魁。糟了，你们都躲开！这个魔魁好强啊，我们几个完全不是对手。喂，杨世忠，你醒醒，快让他停下来！死了？将军，糟了，魔魁失控了，黄天兵过来了，他现在跟着声音乱打一气，我们先躲起来晋升。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撤吧，凭我们几个是斗不过他的。不行，如果不在这里处理掉这魔物，让他冲出去，只会让无辜的人丧命。就在此地解决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一个人逞什么能？还是速速离去，想办法搬救兵为上。谁说一凡兄弟是一个人了？还有我，刘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吴师兄，你扪心自问，就算出去之后立马请求圣地支援，援兵最快什么时候能赶过来？这最快也要1个时辰，而这1个时辰，这嗜血魔物恐怕会把方圆100里的百姓都屠戮殆尽。我刘威虽然武功平平，但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我宁可选择与魔道同归于尽，也绝不会以牺牲他人的性命来换自己苟活一世。说得好，我也加入。合成魔魁拼了！你们这简直就是送死！大难当前，若无人身先士卒背水一战，何以为国，又何以为家？这个世界就是有明知必死无疑，却依然慷慨赴行之人，才会有乱世的终结，不是吗？你们几个，到底谁才是这次任务的领队？
别喊呀！糟了，他冲我们来了，跟他拼了！你们别动，站稳！蠢货，一个吸髓镜，居然打算和开窍镜贴身肉搏，真是没救了！你根本伤不了他。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，雷剑，谁才是那个真正的蠢货？雷霆万钧！魔魁不动了，这是神至高至阳的雷电之力，正好克制血煞之物。能不能给对手伤害，决定的人是我。将军无悔。这魔魁居然还存有人性。一般魔魁都会被施术者抹去人性，方便控制。依然存有人性的魔魁，还能如此服从施术者，那只能是自愿成为魔魁的。可这怎么可能呢？灭了！魔魁真的被消灭了！不可能，这是法器！你哪来的法器啊？既是底牌，又怎么会轻易示人？这血好像不对。白一凡，怎么了？这祭炼血石用的似乎不是人血，而是兽血。可是情报上明明说杨世忠是个魔头，怎么可能会用兽血？不好，你不好他了！撤，快离开这里！刘卫，小心伤口！起！我去，这能量罩怎么回事？太及时了！还好来的不算太晚，你们没事吧？是木院的叶小钗师姐。这是灵力。碰上开窍境巅峰的血煞魔魁，你们几个能活着，简直就是奇迹啊！等回圣地，我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，足够你们威风很久了。师姐，小心！别紧张，这个我早就察觉了。神通秘境，好强啊！拜见师姐，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你叫白一凡是吧？吸髓境中期，居然能瞬杀一头开窍境的魔魁，很厉害。侥幸。你刚刚说的我都听到了，一个外门弟子能有此觉悟，难能可贵哦。哼，明明有这么强的法器，还藏着掖着，小人！想不到世俗之中一个普通的将军，居然还有罕见的储物法宝。哎，这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吧？你倒是眼尖啊！人是你杀的，战利品自然归你。那便多谢师姐了。储物法宝在这个异界可谓是一价难求，有了它，回头再去贡献堂上交天才地宝，便有理由解释得通了。可恶，白一凡，你给我等着！说起来，这个杨世忠也挺惨的。杨家世代忠良，替魏国王室镇守边关，守护百姓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将军。杨世忠唯一的女儿杨素素和杨世忠手下的将领相爱，被魏王强行嫁去蛮夷之地和亲，结果惨遭蛮人凌辱致死。也许杨世忠是为了复仇，才勾结魔道，将那名手下将领精炼为魔鬼，向魏国王室复仇的吧。要是咱们的素素还在，我也就不会那么寂寞了。难怪当时那位杨夫人会那么说。她身上这些伤痕，都是领兵作战的时候留下的吧？将军素无悔。难怪那具魔魁存有一丝人性。原来一切都是那位将领自己的选择，可悲。哼，
人都死了，揣测再多也无用。想来这种人也根本不值得同情。白来一趟，什么都没捞着，真是晦气。住手！白一凡，你干什么？人都已经死了，没必要再侮辱尸体来泄愤吧？慢着，你打算把尸体带去哪里？带回去，给杨夫人一个交代。尸体你可以带回去，但头我必须割下来带走，否则我们交不了差。我只说一遍，尸体我要完整的交给杨夫人，听明白了吗？白一凡，你有完没完？怎么？不用争了，把这个交上去也一样。这是虎符？对，这是杨氏中调兵遣将的虎符，对于将军来说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，带回去肯定可以交差。我支持白一凡的做法。好，我听师姐的。该死的白一凡！事情的全部真相已经告诉杨夫人了。杨夫人她还好吗？杨夫人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。她说丈夫一直以来肩负的太多，如今和女儿地下团聚，倒是能从这因果轮回中解脱了。她打算之后潜心礼佛，为人诵经超度，也希望能帮助世上那些冤魂能离苦得乐，早渡轮回。这样也好，走吧。对了，叶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我本来随江师姐来魏国边境追杀一头魔王，不过我实力太弱，帮不上什么忙，师姐就让我来抓些小喽啰。啊，好强的魔气！碰巧路过附近，发现魔气一出，我便一路找到杨府来了。实力太弱，这宗门里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？叶师姐，你刚刚说的江师姐，莫非是？不错，正是咱们五行圣地的圣女，五大真传弟子中有东林哥之称的江林哥。圣女，五大真传弟子。哇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五大亲传弟子是指五行圣地之内得到五院院长亲传的最杰出的5名弟子，是五行圣地功法的集大成者。他们分别是东林哥、南剑玄、西妙音、北飞虎、中神龙。而传说中的东林哥江师姐，是五大真传弟子中资质最高、年纪最轻的一位，同时也是五行圣地第1美女，因此被尊称为圣女。哇，我好崇拜她呀！是吗？喂喂，我说你们几个想不想亲眼见见圣女的风姿啊？万灵雨林，坚持住！是。不堪一击！一群虾兵蟹将，根本奈何不了本王。无形圣地是没有人了吗？居然派出你这个黄毛丫头来打头阵！对付你，绰绰有余。看到了吧，那就是江师姐。咱们境界太低，远远观望就好，别上去给他们添乱。那就是魔王，可是数10里都能感受到恐怖的气势。这天高地厚的女人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墨院弟子接青天锁龙阵。是。这是太好了，成功困住他了！江明哥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本王？这妖魔好强的力量，稳住阵法！谁说我要困住你了？这金乌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这个金乌居然突然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波动。我只是在制造一个机会而已。看招！就是现在！金乌凤凰，吞掉它！粉灭之火！
蒋明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这金屋的焚灭之火会将你的一切都焚毁。焚灭之火，灭！赢了！大黑魔王终于要死了！修仙，快使用护身咒！是。爆炸的威力太强了！好强！你终于都能感受到如此强烈的烧灼感。居然启动了异象，就将威名赫赫的魔王焚杀了。这就是真传弟子的实力吗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打扫战场吧。是。刚刚那个是神通7重的法相境才能练就的天地法相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岂止是厉害，和天上的神仙也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以后我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吗？出来吧。哎呀，被发现了。啊？师姐，你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呀？你带几个外门弟子过来干什么？发生危险了怎么办？还不是为了让他们长长见识，顺便看看师姐的英姿吗？而且我发现了一株好苗子呀！这个白衣凡洗髓境就能够战胜开窍境巅峰，真是了不起！哦，洗髓境和开窍境巅峰交手，小弟弟，是真的吗？是。那确实挺厉害的。师姐谬赞了，我这点微末修为不值一提。好清澈纯粹的眼神，完全不敢直视。再厉害也是个黄级资质。咦，你这错位要不要那么明显？不会讲话就闭上嘴。你是黄级资质？是。哼，差点忘了，白衣凡可是垫底的黄级，在极其重视评级的五行圣地，那么差的天赋，哪能够入圣女的眼啊？那就更厉害了。是吗？缥缈圣地的圣主就是黄级资质，资质并不代表一切。万古大陆上不乏资质低劣但修为强横之辈。好好努力，日后你若能踏入神通秘境，我可引荐你入墓院。多谢师姐，我会的。什么？圣女的亲自引荐？得到5大真传弟子引荐的人，都会被五院长老高看一眼，还会附送很多修炼资源。白衣凡这小子，怎么总是能够走狗屎运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去兑换贡献点吧。好。齐长老，我们来交齐拿杨世忠的任务。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不错，这是你们的贡献点。谢谢齐长老。一个低级任务能分到60贡献点，作为新晋弟子来说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贡献点，就可以去兑换武技了。嘿嘿，我早就看好了一本武技了。白衣凡，给我站住！啊？罗昂，有事？看你这架势，杨世忠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，你是打算独吞了？是又如何？我不允许！作为领队的队长，我有权分配战利品，把储物戒交出来。罗昂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叶师姐在的时候不敢吱声，怎么，这会儿她一走就打算明抢啊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死胖子，你说什么？哼！要不是白衣凡，我们早就死在地宫里了。你怎么还有脸说这种话？哼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也出了力，而且还受了伤。储物戒里的东西必须要分我一份儿。还有，我才是这次任务的带头人，白衣凡却处处自作主张，必须和我道歉，不然……鲁傲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别冲动啊，一凡！等！密室里的所作所为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想让我道歉可以，
不过，你得跪着听。白一凡，当初是我好心收留你这个垃圾入队，你却屡次对我不敬，现在居然敢对我动手，简直不可饶恕！哼！不过今天我大人大量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就饶了你。日后必须对师兄放尊重点儿。下次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放你一马。白一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卢师兄，等等。想通了，其实师兄要的也不用饶了我，这一巴掌是我给你的赔偿。白一凡，别打了，为了这个败类不值得。这好强啊！越想越不解气，还是给你的歪脸补个对称吧。快走了，这里不是能打架的地方。小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狗东西，我也忍你很久了，以后别让我在路上看见你，否则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滚！我们走吧。好。好。白一凡，我跟你没完！那不是新入门的弟子白一凡吗？居然这么嚣张，胆子也太大了！不知道弟子间私斗会触犯门规吗？哎呀，白兄弟，你太冲动了，好歹出了贡献堂再揍他呀！他要是事后去和贡献堂执法部的人汇报，你这样会被长老处罚的。无妨。对了，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分吧。这不是4阶精明鸟的灵兽血吗？是啊，4阶灵兽相当于我们人族神通灵力境的修士了，但这一瓶都能兑换1万贡献点了。你真的要给我们？这是杨世忠储物界里的东西。别客气，这个任务是大家合力完成的，都有份儿。是拿去兑换贡献点，还是辅助修炼，随你们。实际上是上次突破洗髓境后，从地球带过来的剩下的鸡血库存。哇塞，我从来没见过4阶灵兽血。我也是。白一凡，你对我们也太好了。经过杨世忠一役，和这3人也算是出生入死，品性也算过关，也是时候拉近一下大家的关系了。刘威，你天赋特殊，这东西应该对你修炼有好处。日后若还有需要，我再帮忙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！除了血还有心脏，这可比兽血还珍贵100倍啊！尖鸣鸟血群居，有敌袭时都会互相提醒，抓之不易。加之他战斗力彪悍，要取其血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，更别说剜心了。一凡，不，白大哥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了，亲哥都没你亲的那种。喂，一切都要流到我衣服上吗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长老明鉴，此次任务白一凡不仅不听指挥，处处以队长自居，事后还独占了宝物。我上前和他理论，他居然当众打人。此事若不严惩，有损贡献堂执法部的尊严啊！竟然还有这等事发生！卧龙凤雏，你们2个去将白一凡带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是，属下领命。2位师兄，等等，小弟有事请求。什么事？2位师兄，帮忙，给那姓白的小子一点教训。一点意思啊，不成敬意。就这点东西，我们很难办事啊。再说了，队部公堂必须要吃兔珍丸，这玩意儿也不受我们控制啊。2位师兄神通广大，自然是知道该如何做。这是我身上所有的家当了，回头我再去住所寻一些过来，2位一定要想办法才行啊。哟，挺沉呐，你真舍得啊？舍得，只要能让那小子长记性，这钱就花得值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我赌那储物戒指中必定有更有价值的宝物。没问题，届时只要偷梁换柱，让你吃下假的兔珍丸，任凭他在长老面前说的天花乱坠，这罪
他白一凡也必须认。那就有劳师兄了。闭目明心坐，握过静死神，叩齿36，两手抱昆仑，琴行无间断，万疾化为尘。就是此刻，血遁，开！血遁，人阶顶级的防御性功法，随着修炼者自身修为的提高，既可以抵御强有力的一击，连微不可察的攻击都能防住，倒是值得一练。这大概是杨世忠储物界中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，其余大部分都是一些滋补丹药，再凑些从地球上拿过来的果蔬，明日去贡献堂一并兑换吧。白一凡在吗？哟，在呢！啊，你们是谁？找我什么事？你就是白一凡，我们是执法部的。敢在贡献堂外打人，胆子不小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白一凡，你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惹了睚眦必报的我。可以，带路吧。正好我现在也有重要的事，要去一趟贡献堂。事儿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嗯，卢师兄没有告诉你们吗？我有一些4阶妖兽血要上交，他正是想独占这东西，我才出手打他的。4阶妖兽血。可是价值不少钱和贡献点呢！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我根本不知道啊！没事儿，反正兔珍丸一吃，谁再撒谎，自然见分晓，是不是啊？啊！丫的，这是在威胁我！两位师兄，大哥商量吧，待我将战利品得手，钱和贡献点，我和你们五五分。我们8，你2。行，成交。这下子亏大了，都怪白一凡这个小畜生。我们要秉公执法了，别耽误我们时间，快点和我们走一趟。理解理解，只是我刚练功完，没来得及收拾自己。若这一去，万一被判个牢狱之灾，人都要发臭了。两位师兄，可容我进去里间换件衣裳？我们跟你去，别想耍什么花招。你在这等着。是，师兄们早去早回啊。喂，小子，别耍花样啊！动真格的话，你不是我俩的对手。明白，我还没蠢到跟两位师兄过不去。我看看，换洗的衣物，大哥，情况不对呀，他这屋里的灵气怎么比我们内门弟子的还浓郁？大哥，你看那儿，那随意铺在地上的，是不是斗罗神草编成的地毯呢？什么？那边拿来垫床脚的，是不是烈焰犬牙呀？这色泽确实没错。还有，那边挂在脚盆边上的擦脚巾，像不像北域神兽浮光金雕的羽毛所制？神兽羽毛拿来擦脚？这些宝物都是百伦难得一见的东西，它怎么来的？是啊，这些东西我只在拍卖会见过。啊，都是我不值钱的家当，两位师兄见笑了。这是我自己平时调配的药浴包，二位不嫌弃的话，一并拿走。这可都是顶尖的宝贝啊！别说内门弟子了，就连长老辈的人都很难寻到。大哥，这小子到底什么体系？他要真的不是不识货，那就是大有来头啊！我们确定要得罪他吗？二弟说的有理。奇怪，两位师兄怎么进去了这么久？小兄弟，等久了吧？两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带小兄弟你去执法堂了呀！一顿饱和顿顿饱的道理，我们还是懂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长老，一切已经查清。
是我想临阵脱逃，又想独占战利品，看不惯白一凡行事，才故意栽赃陷害的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与白一凡无关。丫的，这土真玩！哼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带队不利，还陷害同门，罚俸禄半年，再去思过崖思过3个月吧。长老，等等，还有这2位执法师兄。长老英明，属下这就带他走。另外，白一凡上交天才地宝有赏，去前厅领取3万贡献点吧。多谢长老。带下去吧。是。白老弟，以后在五行圣地中有什么麻烦，尽管开口，互相照顾。我们哥俩别的不说，一点薄面还是有的。没问题。嘿嘿嘿，这票干的，2头吃，真是赚大发了。还是大哥聪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是谁要暗害老子？有种让老子出来跟你较量下！大哥，这布袋打不破呀，怎么办？是谁呀？是谁？饶命啊！你到底是谁？快，把东西给我还回来！我的东西啊！二弟，你没事吧？袭击我们的实力有点强啊！没事，东西呢？后会无期了。嘿嘿嘿嘿，我白一凡照顾人的方式，你们可承受不起呀！嘿嘿嘿嘿嘿。你刚刚说要兑换人阶顶级武技牛魔大力法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？正是，长老给我便是。我劝你别白费功夫。先不说这一本功法消耗的贡献点极高，此功法晦涩难懂又奥妙非常，凭你如今的境界，如何能参悟？这就不劳长老您操心了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。拿去吧。境界提升了，新的武器也有了，那么接下来，这个，还有那个，这几样不要，其他的我全都要。这小子哪来那么多贡献点啊？长老，这半边墙上的武器全都给我打包起来。什么？这把武器不错嘛，也该换一波装备了。我没看错吧？白一凡这是把符转殿和凌宾阁都扫荡一空了吗？连传说中凌宾阁的镇阁之宝镇魔剑都兑换走了。这小子到底有多少贡献点啊？那当然是你们想都不敢想的数量啦。简化过后的牛魔大力法提到，修炼此功需设法让经脉吸收大量牛族灵兽血液精华。牛血这东西，地球上可是要多少有多少。在此之后，需以庞大的运动量加持，才能将精华转化为武者自身的力量。是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就让你们来陪小爷玩玩吧。来吧，黑跑的小东西们！小东西们的速度倒是很快嘛，来试试我强化后的一拳。不错，已经能清晰感受到经脉在沸腾了，肉身在牛血的辅助下，已经平添30匹烈马之力。再试试这招，隔山打牛。牛魔大力法练成了。好诡异的灵力波动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已经来了。我时间紧迫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要见一面可真难呀，我的老朋友。
你在五行圣地卧底这么多年，倒是越来越有人样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忘记自己长恨魔宗魔尊的身份？少说废话！你用传讯符联系我，是为了大悲魔王被杀一事吧？说吧，你们永夜魔宗准备怎么做？怎么回事？五行圣地竟然有魔族的奸细！江灵歌这丫头，自从成为真传弟子后，先后围剿我们魔堡不下100次，如今连大悲魔王也折损在他手里。我自然是想快点除掉他，让魔神开心。魔神想杀他？江灵歌可是五行圣主的掌上明珠，墓院第1真传弟子，敢在圣地动手，就不怕再次挑起人魔两族的大战？所以才需要你啊！我相信你定能想出更稳妥的解决方法。3天后，外门弟子灵药园试炼即将开启。往年都是由严云松负责，今年似乎交给了江灵歌。要是他犯了错，被罚鬼仇衙，那边守卫松散，想让他消失会容易得多。这个法子不错。届时我弄几株灵药来，你想办法放在山谷里，吸引一批精英弟子过去，我再安排一头灵兽把他们通通杀光，如何？你脑子倒是转得快。若五行圣地的英才全都殒命，江灵阁难逃干系。没想到竟然偶然间发现了这么恶毒的诡计，我得赶紧想想办法，先离开这儿。有动静，谁？糟了，被发现了！什么也没有，是我多心了吗？罢了，这方圆数里都没有探知到活人的气息，看来我想多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好在今天穿越的次数还没用掉，差点被秒了。魔族的人居然处心积虑要对付江灵歌，不行，绝不能让魔族的奸计得逞。但我眼下没有任何的证据，若是贸然上报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偷听到2大魔尊的谈话，还能全身而退，说出去恐怕也没人相信。此事绝不能放任不管，看来只能亲自去一趟灵药园追查了。嗨，赵兄，好久不见，你实力又精进了。那必须的，此次灵药园试炼冠军，我势在必得。夸夸你，你还当真了？这么多人，都是来参加试炼的吗？可真热闹啊！那当然，若是在试炼中表现优异，可是有机会被长老看中，钦点晋升为内门弟子。大家当然挤破了头想参加了。让开让开，都识相点，别挡着小爷的去路。你们看，那不是徐长风吗？不止徐长风，黄震和杨小蝶也来了，还有戚敏和谢元白。据说他们5人是这批外门弟子中的佼佼者，已经被内门5院提前录取了。只要一突破神通秘境，立刻招入内院。转轮魔尊想弄死的精英弟子，看来这批人也在其中吧。对了，星宇，关于魔族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能和我说说吗？奇怪，你怎么突然对魔族的事情感兴趣了？魔族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人族的敌对势力，与我们修行境界不同，他们根据战斗力的高低，简单粗暴从上往下分为魔神、魔皇、魔尊、魔王、魔帅以及魔兵。魔神乃是魔族至高无上的统领，只有一个。据说他法力强横，没有人能活着从他手中逃脱，亦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。而魔神麾下有7大魔宗，分别是永夜魔宗、日月魔宗、长恨魔宗、修罗魔宗、白骨魔宗、红玉魔宗、暗影魔宗。他们嗜杀成性，
不恶不作，是除了妖族以外，对人族最大的威胁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事的确棘手了。肃静！诸位师弟师妹，灵药园试炼即将开启，今年的试炼由我全权负责，还望大家遵守以下规则。这就是被称为东陵哥的江师姐，好美啊！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真人，仙女也不过如此了吧？第一，试炼鼓励战斗，但不许下杀手，尤其紫府境弟子不许随意对等级低的洗髓境和开窍境弟子动手。第二，试炼为期7日，试炼结束后不许滞留。第三，采摘好的灵药需统一放置在行囊袋中，待试炼期登记结束后方可自留。以上3条，如有触犯者，门规处置。好了，今年的灵药园试炼开始。我要第一个找到灵长老。我们也进去吧。好浓郁的灵气，这就是灵药园。我们一起进去，但是此刻却只有我一个人，看来是被随机分散到了不同地点。听阿威说，灵药园是5行圣地的一位老祖以无上神通开辟，有方圆数百里大小。越往里走，灵草出现的几率越高，但栖息着的妖兽也更危险。那有动静，过去看看。这是小小野兽，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10字破风斩！炎蟒，4级妖兽，对于普通弟子或许是个麻烦，不过对如今的我，丝毫构不成任何威胁。也不知道那转轮魔尊安排的灵兽在什么地方。算了，先往前走吧。救命啊！有人在附近。不要过来！你们抢我灵草，还干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，就不怕长老责罚吗？长老责罚？刑罚阁的侯长老是我七舅老爷，外门谁动得了我？况且，师妹，你有证据吗？你不要过来！高师兄，别跟着小牛废话，快点吧，别等会儿把其他人引过来了。着急什么？好不容易遇到个妹子。高兄说的是。谁？给我出来！是哪个活得不耐烦的混蛋，偷袭本大爷？这陵园里别的东西不多，畜生倒是不少啊。白一凡，这位师兄，求求你救我吧！他们不光抢我的灵草，还要……臭小子，又是你！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你这个手下败将，我懒得再揍你一次。是你自己滚，还是等我废了你双腿再滚？真是笑话！白一凡，你以为我还是当初的羔羊吗？这段时间来，为了打败你，我拼命苦修，如今修为早已突破至开窍境巅峰。你来的正好，老子和你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是吗？那我倒要好好看看，你强到哪儿了？就这，好像连我的一根手指也打不过呀！怎么可能？这家伙比上次还要强了数倍！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要是再让我遇到你欺凌弱小，我彻底废了你！滚吧！咦，垃圾！打你都嫌脏了我的手。至于剩下的这头畜生嘛，白一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我妹妹王梦现在可是内门弟子，内门弟子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以后要成为圣地长老的人物，让你死你就得……
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就一击，我的内脏被他震碎了。他比以前更可怕了。那门弟子很厉害吗？你要干嘛？好痛！你别过来！现在给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！我平生最烦威胁我的人了。哼，这两人身上有不少好家伙呀。很可惜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白师兄，谢谢你救我，要不是你，我恐怕就要毁在这两人手上。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你受伤了，这灵药拿去疗伤，能够让你快速恢复。啊，居然是罕见的冰魄金钱草，这在拍卖行都是很少能见得到的。白师兄，你真的要给我吗？这就是普通灵草，对我用处不大。我需要找更高阶的灵药。那个姑娘，你衣服掉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若你想找灵药，只需沿着这条泾河逆流而上，就能到达灵药源深处。只不过一旦跨过泾河，就代表前方随时可能出现七级妖兽。以我们的修为，实在是以卵击石。泾河，说不定这就是魔族的诱饵，得去一探虚实才行。兄弟们，你看，居然是清明草！有了这灵草，这次大比的成绩就不低了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先看看下面看守灵草的那是啥？居然是狮子园！该死，有他守着清明草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张铁啊，怎么办啊？这狮子园至少是6阶妖兽啊，我们贸然行动，恐怕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啊。是啊，再等等吧。而且这里汇集的高阶弟子也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实力不够，还是别当这个出头鸟了。是啊，等下高阶弟子肯定会出手的。能够观战到这样一场战斗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的。你们能够有这样的觉悟，很值得让人钦佩啊！谁？警惕性不错。樊哥，你去哪儿了？到处找不到你。是啊，这几天我们3个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。一凡，这姑娘是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许纯，也是和我们同一届的新人。这是刘威、张铁、沈新宇。你好。你好呀。你们好。我是传送到这里之后，受到了坏人的欺负，多亏了白师兄救了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师妹，我们就一起行动吧。快看，徐长风他们准备对狮子园动手了。老孟、辉儿，在外围制实骚扰狮子园，让他远离清明草。是，交给我吧。王默、梁飞，攻2侧。没问题。上！正面交给我，维持队形不要乱。受死吧，狮子园！快看招！许长风不愧是资父境弟子，真厉害啊！攻击毫无破绽，带着4个开窍境弟子团队配合默契，这样下去狮子园会被他们磨死吧？不好，师兄妹被冲散了！该死，这狮子园怎么会这么强？竟然连个一击都接不住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！糟了，狮子园盯上我了！老弟子师兄，糟了，这狮子园怎么会这么强？比刚刚展现的实力还强！他怎么跟疯了一样？狂化，这头6级妖兽灵智未开，却在绝境之中开启了血脉狂化。快逃！先离开他的攻击范围。师兄，带我一起走，别抛下我！我的腿刚刚被打伤了。糟了，朝这边过来了，再不离开就来不及了。
放手，别拖着我！可恶，再不想想办法，我也要成为这猴子的口粮了。那里竟然藏着个人，有了！他要干什么？这块灵肉蕴含着丰富的灵力，没有灵兽能够拒绝的。为了活命，没办法了。是。不好，狮子人朝我们过来了！白一凡，快躲开！凡哥，不要啊！你们别担心，安心等我回来。喂，蠢猴子，这边！哈哈哈，很好，过来。白兄弟这是为了救我们，自己当诱饵了呀！一凡他真的没问题吗？那可是6阶妖兽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白一凡引走了狮子猿。什么？白一凡居然甘愿做诱饵？不行，我放心不下他，我要去看看。我们陪你。啊！等等，陆师兄，你们去哪儿？前面太危险了。许师妹，别拦着，让开。许纯师妹，我们不能让白一凡一个人面对危险。你若肯帮忙，可以随我们一道前去；但若害怕，不必跟来。徐师兄，徐师妹，你不去是对的。估计那白一凡现在被狮子猿吃的骨头都不剩了，去也没用。徐长风，你弃队友不顾，还设计陷害白一凡，你还要脸吗？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可没有逼他，再逼一逼，我连你们一块打！滚开！可恶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！有了这颗灵草，就能够请长老帮忙炼制养魂丹了。突破神通秘境，指日可待。手段下作了些又如何？结果才是一切。白一凡啊，白一凡，我真是要谢谢你了。把你的脏手从草上拿开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白一凡居然毫发无伤。是啊，竟然这么快就赶回来了。为这破灵草敢谋害我，算你倒霉。这玩意儿看起来还没我随便从地球上摘的一棵草宝贵，居然能让这些人争红了眼，也是可笑。凡哥，一凡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连我的热身运动都算不上。啊，嘿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是你！你居然还活着！狮子猿呢？哦，你说那妖兽啊？这会儿应该做美梦呢吧？他不是只有开窍境吗？居然能一人从妖兽手中逃脱，是运气吧？不然他的实力难道在徐长风之上？区区一个新人，还是传说中皇级资质的废物，居然敢让我丢尽颜面！秦师若是不给他点教训，以后我还怎么在圣地混？白一凡，这皇阶资质的废物，速速将青棉草放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徐师兄，你身为紫府境的弟子，怎么能这样不择手段地抢夺师弟的机缘？少废话！我今天就抢他的，怎么了？敢羞辱我，去死吧！你这家伙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血遁，开！这是什么？紫府境就这点实力，真可怜呐！说到我觉得用这招对付你都是浪费。什么？你要干嘛？牛魔，白一凡兄弟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大力法！徐师兄被一拳打飞了！我的天哪，什么情况？徐长风居然败了，败给了一个刚入门2个月的新人。这也太强了吧！徐师兄，你之前不是说我废物吗？怎么，连一个废物都打不过？那你岂不是比废物更废物？你还想怎么样？
别乱来，规则上说了，子府镜不得与开窍镜动手。规则是说，子府镜不得向等级低的开窍镜动手，但可没说开窍镜不能越级打子府镜弟子啊！你别过来！不长记性。可恶，白一凡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就等着，奉陪到底。哼，行囊还挺沉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，你们一人挑2样吧。哇，真的吗？凡哥大气啊！谢谢凡哥。谢谢凡哥。许纯，公平起见，你之前已经有灵草了，这些就不给你了。师兄，我知道了。我豁出去了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今天我都要杀了你！住手！居然是气血凝成的武器。你这个小子，偷袭同门，如此行径，简直是丢我们外门弟子的脸！你们凭什么管老子？洗髓镜可以用气血之力凝聚一件杀衣，开窍镜可以凝聚一套铠甲，而子府镜则是可以凝聚兵器。这些气血兵器招手即来，十分方便，威力还不弱于下品法器。这些人全都是子府镜的强者。看你不顺眼罢了，这是外门弟子的耻辱！兄弟，我帮你教训他了，不用客气。你小子身手倒是不错，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组队去泾河上游看看？组队？就是这里，高阶灵药区就在这结界里面，得需要大家同时使用灵力，才能将这禁制冲破。准备，各就各位，冲！冲！快看，结界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了。大家再坚持一会儿，禁制就能打开了。师妹，我们来助你。结界，给我破！总算是打开了。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原来如此。师兄，我还以为你赶不上了呢。需要合众人之力才能打开禁制。找人手花了些时间。对了，外门的精英弟子估计都到齐了。咦，那不是白一凡吗？我记得他才入门还不到3个月，怎么赶到这种地方来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连徐长风都败在了这个小子手里，可千万不要小看他。好了，如今结界已破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哇，这里面的灵气好浓郁啊！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一只妖兽都看不见。紫藤谷是笑月狼的地盘，也是灵药园的最强妖兽之一，普通妖兽哪敢进来？看，是紫樱花。这花能够制作上等的晋升丹，根和叶也能制作疗伤药。嘿，卖掉的话，至少价值5万灵石的灵药啊，归我了。这是，小心，有埋伏！发生了什么？你们看黑暗中的那是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一进来就遇到他？来了，是7级妖兽笑月狼！快逃啊！慌什么？7级妖兽的实力等同于人族的子府境，这么多人，还愁解决不了他？没错，笑月狼的狼皮能卖1-2万灵石呢。哼，我要挖了他的双眼，修炼一门瞳术，谁都别跟我抢！没那么简单，这个妖兽的气息有点诡异。妖兽不是灵兽，尚未开启灵智，怎么会拥有人类的表情？
哈哈哈！又是刚才的攻击，我可比刚才的弟子强上一个大境界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祖境3重的黄阵，居然被笑野狼一爪秒杀！不好，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！快逃啊！这就是灵兽，降临在紫府境之上。青弟子叫灵兽，没错了，就是这里。魔族设下的圈套。怎么一出手就这么大的动静？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应付了。不好，紫藤谷！所有人带好装备，速速前往紫藤谷！啊，江师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等等我们啊！怎么办？就我们这群人加起来，可能连这灵兽一爪子都接不住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要死在这儿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可恶！这头妖兽将我们赶到这地方，却迟迟不动手，是有意戏耍我们。啊！你们听，他要干嘛？这声音好像是在召唤同伴。啊！什么？一头笑野狼都那么难对付了，要是再加上几头，岂不是更没活命的机会了？不对，这声音不是召唤同伴，而是召唤群兽。糟了！你们看他把这紫藤谷里所有的野兽都唤了过来。这头笑野狼到底想干嘛？难道他想要指示其他野兽来杀我们吗？没错，传闻之中，灵兽可以媲美神通秘境，拥有极高的智慧，还能控制普通妖兽，为自己作战。该死！笑野狼已经命令妖兽守住了出口，如果再不想个法子，恐怕不到1个时辰，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。灵药园怎么会有灵兽啊？说好的最高7级妖兽呢？完了，被坑了！不，我不要死在这里，我要出去！齐敏，别乱跑！怎么办？我不想死在这儿。小蝶，你冷静点。就连精英弟子都已经失去冷静了，这样下去不行。若是只有我一人对付笑野狼绰绰有余，可眼下还要保证这么多人全身而退，居然嚣张的闭目养神了起来。哼，也对，猎人猎物的身份已经反转，看样子是想通过我们引出更大的鱼啊！时间不多了，越拖下去对我们越不利，只能智取。你们在石头后面别动，我想到办法解决他们了。快回来！白一凡，你不要命了！所有人，快点凝神屏气！野兽们，给你们尝尝这个的厉害！等等，这是好刺鼻的味道！啊，好臭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真能解决这群野兽吗？这东西好像没起作用啊！不对，你看笑野狼身后的野兽，起作用了！这下我们有救了！外围的野兽也都被逼退了，这东西也太强了吧！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了，是万尸腐恶草。万尸腐恶草，那可是顶级的毒草，据说只要小小一株，就能发出数万具尸体的腐臭气息，方圆100里内都没有生灵敢贸然接近。白一凡怎么拿到的？万尸腐恶草，没想到臭草在这个异界居然还有那么高大上的名字。妈妈，那个人好臭啊！别乱说。确实有点臭啊。想到要去灵药园试炼，我便把这玩意儿收集带过来防身。古人用臭草驱赶野兽，对这些妖兽多多少少也能有点用吧。白一凡，可真有你的！白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包围圈内的野兽全部都倒下了，其他麻烦总算是解决掉了。接下来，该轮到你了，
笑月郎。一凡能打赢笑月郎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他是我们能否活下来的唯一希望。烈焰斩！好幸，我的全力气居然只伤到他的皮毛。又是这种表情，该死！空气最柔软的腹部要害处，都只有这点程度吗？白一凡小心，他冲过来了！糟了，休息步！得先想办法制止住他的行动才行。只能试一下这样做了。来吧！太蠢了！这样虽然能让笑月郎重伤，但是自己搭上条胳膊，接下来就没有胜算了。出来吧！啊！那是血气刀刃，给我死！笑月郎死了！白一凡怎么能使出超越境界的能力？难道是说突破了？他居然在实战中突破了！赢了！我们居然被白一凡救了！他才入门多久？真的好强啊！哦，这就是子府境凝气成冰的感觉吗？还不赖嘛！这声音是……是操控灵兽的魔气，还想复活笑月郎？捆兽锁！好痛苦啊！诸魔琉璃火！不甘心呐！大家都没事吧？你总算是赶来了。你要再晚来一会儿，这里的弟子都要被这股魔气给杀了。江师姐，是江师姐来救我们了。师姐来了。散。谁能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师姐居然还有脸问我们？我们倒是想问问你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疏忽，才让这开了灵智的妖兽进入园内，差点害死我们？这位同门，不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刚才那股黑气，已经不是园内灵兽所具有的了。或许还有其他隐情。如果不是师姐及时赶到，恐怕我们真就死于非命了。是啊，刚刚那股气息非常恶心，和灵元的灵气完全相反。对啊，我也赞同白兄弟的说法。回禀师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紫藤谷寻找灵药，碰上了这头进化成灵兽的笑月郎。幸亏白一凡师弟用了万师府恶草驱赶妖兽，我们才拖到现在，不然我们可能就凶多吉少了。啊，万师府恶草，这种极其珍贵的宝物，你是从何得到的？就是碰巧采到的。你做的不错。至于这件事，让我来探知一下。如何？试炼开始之前，我曾检查过灵药园的每一头七级妖兽，这只笑月郎确实快进化成灵兽了，因此我曾在他体内下了一道禁制，将他的实力彻底压制。可现在这道禁制却没了。会不会是被冲破了？绝不可能，我可是神通7重的功力，这畜生就算翻了天，也绝不可能冲破我施下的禁制。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，师姐，你被人陷害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大家先离开紫藤谷吧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哼，走吧走吧，差点被当成炮灰。白一凡，多谢你，刚刚要不是你帮忙，弟子们都会被妖兽杀了，这也算你是间接救了我，会表达我的谢意。这个送你。碎金纸。我手上武技不多，也就这本人阶高级武技适合你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多谢师姐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你刚刚进入紫府境，再送你3粒文府丹吧，相信对你的修行会有不小的益处。好的，多谢师姐。哼哼，
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你不是黄级资质吗？修炼速度居然这么快，这灵药园里可没有万世俯卧草，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？果然瞒不住师姐，这都多亏了杨师兄的储物戒，那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。我的修为突飞猛进也是多亏了他，万世俯卧草也是储物戒里的。哦，是吗？这次全且相信你啦。对了，师姐，我总觉得这件事和魔族脱不了干系。还有什么？这微妙的波动，难道还有人在监视这里吗？没什么，总之万事小心。五行圣地有个内鬼，实力还在江师姐之上，此事体大，在调查清楚之前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江师姐，你们来得太慢了，跟我来，先停止陵园一切试炼活动，彻底搜查。是。诸位院长，请不要妄下断言。依我看，这件事一定有猫腻。以灵哥的修为，7级妖兽怎么可能冲破他施下的禁制？哼，能有什么猫腻？依老夫看，江灵哥就是疏忽大意、不慎上心，才酿成此祸。哎，师兄这话严重了。每年的灵药园试炼都要死上几十名弟子，今年弟子死伤人数不过10人，也算不上什么祸事吧？哼！可是据老夫所知，江灵哥若是再晚到一步，咱们外门的精英弟子可就要被屠戮大半了。他差点犯下滔天大错。虽是如此，可是前不久灵哥才斩杀了永夜魔宗的大悲魔王，这是大功一件。依我看，还是从轻发落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岂能相抵？够了，林哥，此次灵药园试炼你办事不力，为师罚你3个月的俸禄，再去传功堂给外门弟子授课3个月，你可愿意？是，弟子另罚。师兄，此事既然是我木院弟子失职，自然由我来惩戒。我身为林哥的师父，亦甘愿赐罚半年的月俸。师兄没异议吧？哼，我没意见。林哥，据我所知，这次的危机是一个叫白一凡的弟子解决的，可有此事？回禀燕院长，确有其事。刚入门不久，就能屡获奇功，修为也进展飞速，看来此人根骨不凡，且不知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，倒是叫我好奇了。可惜了，要是师姐在，多半也会很感兴趣。啊切！到底谁在背后嘀咕我坏话？一回到小院，立马试了试师姐给的文府丹，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看来这丹药的品质还不够。子府又称识海，乃是一切神通灵力的源泉，能诞生元神，滋生灵力，储存神通。但戳破子府境，并不能有效控制这股力量，必须将脑海，也就是泥丸宫温养到一定程度，才可以彻底蜕变。至于如何温养泥丸宫，这其中大有门道，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。不过都说以形补形，我这儿倒有个绝妙的方法。老板，来3斤临安山核桃，要最大个的。好嘞。地球上核桃可是补脑子的极品，希望能和我想的一样，核桃在这世界也能起作用。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，感受到了。
力量正开始往泥丸宫汇聚。哈哈，大功告成了！身体里的能量已经可以完全遵从神识的控制了。接下来，把师姐给的秘籍带到地球上简化吧。好久没回来了，现在有了这么多钱，找个时间也该在这里享受几天了。可别漏掉什么重要消息。儿子，马尔代夫风景很漂亮，下次应该一家人一起过来。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勿念。爸妈还有姑姐，看来大家都还过得不错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在吗？有点事想请教你，好几天了，你怎么都不回我消息啊？奇怪，迪二小姐怎么会给我发了那么多消息？不好意思，最近一直在忙，才看到消息。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来了，谁啊？大半夜的，刚回到地球就有人来找，也太巧了。一凡啊，好久不见。盛辉，怎么是你啊？干杯！我一来杭城出差就来找你了，够意思吧？什么时候开上大 G 了？这可是我的梦中情车呀！你小子该不会是傍上富婆了吧？这么多年不见，盛辉你小子，损人的功力倒是不减。我这哪是损你啊，是夸你。凭我的长相，我想傍富婆，人家还看不上我呢。来来来，走一个！别碰我！好耳熟的声音。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蓉蓉，给哥哥个面子，再喝一杯吧。唐蓉蓉，你们认识啊？你在这等我。好不容易以同学身份才约动了这大小姐到酒吧，保镖还守在外面，一会儿就拖走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怕娶不上大小姐。蓉蓉，再喝一杯。不能再喝了，头好晕啊。哎，就最后一杯了，来，干了它。疼！他说了，不能再喝了，没听到吗？臭小子，你算老几？闪开，敢管老子的事！算你大爷！给我滚远点！再让我看见你骚扰唐蓉蓉，直接把你打成残废！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明白了，大爷，别打我。唐蓉蓉，你还好吗？能站起来吗？这傻丫头，怎么又碰到这种事儿了？白一凡，是你啊？你的保镖呢？怎么会放你一个人在这喝酒？啊！我为什么在这儿？白一凡终于回我消息了。抱歉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天吧。又拒绝我！你个大渣男，为什么老是不理我啊？想见你一面怎么就那么难？这么多天，到底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去认识别的女人了？她比我好看，比我有钱吗？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你说的有事，就是来酒吧喝酒啊？喂，你别胡说啊！你小子是真的帮上富婆了呀！别耍嘴皮子了，还不快来帮忙！他喝得太醉了，我已经和他姐姐说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我明天把他平安送回去。好嘞，好嘞。我不回家，白一凡，我要和你说事情。好，不回你家，回我家说。你先上车。做好措施哦。闭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可算是到家了。白一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半夜孤男寡女的，还真是有嘴也说不清。这是哪儿啊？大小姐，脱了鞋再睡吧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这丫头，到底是碰到什么事儿，非当面说不可？唐蓉蓉，你要干嘛？你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白一发，我是想和你说，我其实一直对你，对我？唐二小姐，你是来折磨我的吧？难受，我要去洗澡。喂，浴室在这边，还有别乱脱衣服啊！你衣服上还有呕吐物啊！衣服洗了还没干，这么湿漉漉的睡觉还真冷。可恶！一直在异世界闯荡，忘了给家里添置家具，只有一床被子，衣服也都没几件，而且到最后也不知道唐蓉蓉想要说什么。该说不说，这丫头身材还真的挺有料的。哎，别瞎想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就去商场买2床被子。一凡，这一次你终于离我近一点了。这唐蓉蓉她一直还没睡。白一凡，你知道吗？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。蓉蓉，你别转过身来，我会害羞。这段时间总想着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，如果能再见到你就好了。可是你一直让人捉摸不透，若即若离，现在抱着你才终于有了一点实感。我从小到大，别人都是对我百依百顺，从未体会过这种迫切想见一个异性的感觉。我想我大概应该是喜欢上你了吧。这丫头，我想证实一下，我对你的感情到底只是仰慕，还是真的喜欢。所以你今晚可以和我一起盖1床被子吗？这蓉蓉，你喝糊涂了吧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不是的，我很清醒，拜托你。一凡哥哥，你是要走了吗？你是嫌弃？一个绅士是不会拒绝女孩子的请求的，更何况你还哭着。一凡哥哥，好累啊。蓉蓉呢？这一大早她去哪里了？白一凡，经过昨晚，我想清楚了，我确实挺喜欢你的，但我需要点时间整理一下我的心绪，还有昨晚的事情，先别告诉姐姐。都说男人穿上裤子不认人，到我这儿怎么反过来了？还以为两情相悦。糟了！要是唐大小姐的妹控知道我和蓉蓉昨晚，我应该会被扒下一层皮吧？气氛到那儿了，完全没考虑家庭差距啊！经过地球简化过后的碎金指法，用来远程攻击再适合不过了，而且力度也能做到收放自如，事后面对强敌又能多几分胜算。
是五行山上的天阴钟。凡哥，长老在召集所有外门弟子，估计是有什么大事发生。走去看看。所有的外门弟子都听着，刚刚得到消息，修罗魔宗的火云魔头屠戮燕国边境的一座小城，抓了18万百姓修炼魔功，罪孽滔天。我五行圣地与真武圣地、多宝圣地经过商讨，决定替天行道，入万古魔坑征讨此魔。什么？万古魔坑？此番历练，外门弟子自愿随行，表现最佳的前3人，分别奖励1粒望尘丹、绝品法器红渊剑和1卷人阶顶级武技霸元诀。有意向者可前往宗武堂报名，1日后出发。啊，望尘丹？天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没听错，望尘丹可是中品灵丹，据说子府境巅峰吃了，有90%几率突破神通秘境，还有绝品法器和人阶顶级武技。外门肯拿出这样的奖励，这次的历练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凡哥，你怎么看？这次的历练是3家圣地一起，只怕高层是想让我们这些外门弟子好好表现，为圣地争光，不然也不会拿出这么多好东西。不过万古魔坑是魔族的大本营，凡是去里面历练的人都是9死1生。白师兄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去，干他丫的！就算拿不到前3甲的奖励，杀几只魔族，磨练身手也是好的。那就一起去吧，我也正想找个地方好好磨练一下。不过这次的历练，该不会是圣地高层的那个内鬼在背后推动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可就危险了。既然决定要去，咱们也不能就这样赤手空拳的去了，还是得多准备一些特殊的装备才行。特殊的装备？万古魔坑有99层深，每一层都是一片小天地，全部空间加起来比陆地面积大上100倍。魔坑终年无光，生活着无穷无尽的地底魔物，如夜叉、罗刹、恶魔、巨魔、魅魔、修罗等等。魔坑中孕育出了无数奇珍异宝，尤其是各种灵药和地底金矿，越往下越多，但随之而来的魔物也越可怕。不过由于常年生活在地底，导致魔物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，惧怕日光。所以我们必须多准备一些夜明珠或者发光的宝器符箓才行。哦，惧怕日光吗？那就好办了。此乃黑曜城，是武者和修士的聚集地，城内可以出售魔物尸体或购买丹药补给。黑曜城外就有多个万古魔坑的入口，这是3大圣地和5大宗门之间通用的传讯符，遇险可输入灵气，运气好的话，也许会有人来救你们。洗髓境的弟子在魔坑4到5层历练，开窍境的弟子在魔坑6到7层历练，子府境的弟子在魔坑8到9层历练。至于第10层往下，没有神通秘境的修为，最好不要去送死。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散了吧。是。哦，师兄师姐们，我的宝剑有些磨损，想先进城去购置兵器。那正好，我们也先去添置一些干粮，一起吧。这把剑好像不错。这黑曜城还真是繁华，小小一家武器店里，居然也有高阶兵器。不好意思，姑娘，这把剑是我先看中的。你，这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孙师妹，不要冲动，他们好像是五行圣地的人。切，五行圣地怎么了？只不过是圣地里垫底的货色罢了，你还怕了不成？哪儿来的白痴又来送经验？姑娘，话不能这么说。
在垫底我们也是圣地，比你们这种三流宗门不知道强上多少。刘威师兄，你说谁三流宗门？死胖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个清楚！我们象甲宗可是大陆上公认的2品宗门。哼，2品3流不是差不多吗？反正在我们圣地弟子眼里都是垃圾。你说谁是垃圾？找死啊！住手！我白一凡向来不屑打女人，但无理取闹的女人除外。他好快，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动作。放下剑，给我滚！烂剑一把，有什么好稀罕的？我们走。许师妹，快拿着吧。啊，谢谢师姐。许师妹，修炼还要刻苦一些，不然就会任人一直欺负。若是进了魔坑，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保护你的。我记住了。哎呀，白一凡就是太担心你了，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日后好好修炼就行了。好的，师姐，我明白了。废物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对不起，蒋长老，是我给宗门丢脸了。我难道没有提醒过你们，在黑曜城没有10成的把握，不要轻易与人动手，尤其是五行圣地。五行圣地已经没落，很有可能在下一届古圣会就会被降为1品宗门，到时候10大圣地的席位势必空出来一个。我们象甲宗虽是2品宗门，但有真武圣地的扶持，未必不能争上一争。你们倒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宗门抹黑，还败给了五行圣地的外门弟子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，否则我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就是这里，黑曜城外，距离我们最近的万古魔坑入口。都准备好了吧？上！好。附近没剩几只魔物了，打完这些，我们休息下。好嘞，嘿，迎风斩，去死吧！嘿嘿，这几日我们已经闯荡到了第6层了，所杀的魔物没有1000也有800，不愧是魔族的聚集地。哼，来再多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看，我找到一颗魔枝了。可以啊，一眼就发现这么珍贵的玩意儿。这玩意儿可是能卖个好价钱呢，你们都有了，我自然也不能落下。诸位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分开吧。我打算下7层看看，你们几个境界不稳，便留在此地吧。凡哥，你要走了？我也是来魔坑历练的，不能一直待在安全区无所事事。阿威，你现在实力最强，照顾好星宇他们。放心吧。白师兄，你能不能晚几天再走？我连一颗魔草都还没有找到。就让阿威带你找吧，魔坑这么大，宝物还有很多的。好。放心，许纯，我们都有灵草了，下一颗就给你。好。这第7层是什么地狱啊？打不过，根本打不过。这6级魔物，夜叉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在我前面的那些师兄，他们连夜叉的3招都没坚持下来，就都殒命在这里了。什么试炼，什么奖励，还是趁着他们没注意赶紧溜吧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死定了，这次真的要完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！碎金石。没想到来这第7层，遇到的第1只妖兽居然是夜叉，正好可以拿你们这些飞行类妖兽试试我的新技能的实力。得救了！来吧，我陪你们玩玩。怎么就这几只？不好，他们全部被吸引过来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身上有会发光的宝器吗？没有，我不需要那些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
毕竟强的师兄们都死在这里了。完了，这么多数量，我们根本没法脱身。再这样下去，飘絮步，放心吧，就这几只根本不够我打的。什么？强与不强，可不是通过外表就能看出来的。又来了7个洗髓镜，5个开窍镜，暴雨剑法。居然还来了个大家伙，飘絮步。这只夜叉头目，恐怕子府境中期了吧？总算来了个够看的。擒贼先擒王，烈焰斩。挡下来了，哼，反应很快啊！既然如此，就让你来试试这招。碎金指进化版，碎金爪，哼，轻轻松松解决。居然瞬杀了一头子府境的夜叉头目，其他夜叉都跑了，这人真是我们宗门的吗？强的也太夸张了。想走？来都来了，就全部留在这儿吧。全都死了，强，这可是真的是太强了。夜叉角可以拿来炼制法器，上交1对奖励200贡献点。虽然我根本不缺这点贡献点，但做做样子吧。碎金指小试牛刀便如此成效，要不要把10根脚趾也练一练呢？等等，大佬求带啊！从那以后已经过了2天，各种地底魔物倒是碰上不少，双头魔犬、黑水魔蛇、腐尸甲虫，还有3、5成群的夜叉都杀了个遍。第8层入口到底在哪儿？我不想继续留在第7层虐菜啊！传讯符亮了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求救，似乎是从那边传来的。赵叔、三星，把我2个师妹放了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白痴女人，真以为你们5行圣地还有几百年前的地位呢？啊！师姐，10大圣地里垫底的货色，马上就要失去圣地之名了，装什么装？就是，听说5行圣地的灵脉都枯竭了，圣地财政入不敷出，都不用百宗联盟弹劾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自己就倒闭了吧？慧儿师姐，救我！把你们身上的传讯符和武器都丢地上，否则我就杀了他们！好，你别伤人性命。烧了他！这下看你们怎么求救！围住他们！是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放人？我们想干什么？听好了，把衣服脱了，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对，把衣服脱了，一件也不要剩。师哥，你们动作麻利点儿，我们先回避一下。你们这些圣地女弟子，平日里自视清高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你们和世俗的青楼女子究竟有何不同。你们这些人渣！慧儿师姐，跟这群畜生拼了，杀出一条血路！只要我们有1个人能活下来，就绝不让他们好过。兄弟们，这几个小娘皮1个也不能放跑，一起上！赵师兄，发生了什么？死了！这怎么回事？太突然了！是谁？哼，一群大老爷们儿在这里欺负几个妹子，说你们2品宗门是垃圾，还真没冤枉你们。居然是你！此人实力不凡，快逃！快！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你们以为能跑得掉吗？师兄，师妹！
好快的速度！我说过，我不打女人，无理取闹的女人除外。同样，我也不杀女人，但垃圾除外。不，不要！不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！别！一凡师弟，多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今天就危险了。是啊，就像贾宗那群禽兽，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？都是同门，这是分内的事情。其实，我也有事要问师姐你们。你们知不知道第8层的入口在哪里？啊，第8层？白师弟，听说第8层可能会有神通境的魔物头领出没，如果想下去，你要多加小心呢。多谢师姐关心，我会的。既然如此，师姐也不多嘴了。从这里出森林，你会看见一条河，沿着河走30-40里路，你就能看见入口。啊，多谢师姐告知，这是一些夜叉角，全当你们告知我的谢礼。哇，多谢。另外，这儿还有一些灵兽奶，你们服下后可以快速恢复体力。竟然是灵兽奶，这可是恢复气血的神药啊！这一瓶起码价值700-800灵石，白师弟出手可真大方啊！不算什么，告辞了。师弟慢走，以后有空多联络啊！一凡他真是又仗义又大方，长得也挺帅呢。是啊，好帅啊！可恶，又碰到这个小子了。这个白一凡运气真好，除了灵兽肉，居然连灵兽奶也有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弄到了一整头灵兽尸体。我就知道不该寄希望在你身上。哥，你还真是没用啊！梦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王腾，你有个那么漂亮的妹妹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小妹，有没有兴趣？给我闭嘴！小姐饶命！乱发情的公狗，再靠近本小姐一步，信不信削了你的脑袋？是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一边去！是。梦儿，你不是内门弟子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你的功力又精进了。我闭关出来了，现在已经是子府境后期。这次特随长老来魔坑第9层历练，不是说好帮我教训白一凡吗？居然看到他都不敢上前。梦儿，你听我解释。切，凭我们如今的实力，就算找到白一凡也不一定干得掉他呀。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强。谁说要你们亲自出手杀白一凡了？我有一计，保证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远处的湖心，应该就是第8层的入口了吧？不是吧？怎么又有人遇难求救？算了，救人要紧。救命啊！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走开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许纯他们不是在第6层历练吗？怎么会跑到第7层来？得救了！许纯，白师兄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想问你呢，阿威和星宇他们呢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白师兄，你快去救救阿威师兄吧！我们碰到了一只夜叉头领，一直在追杀我们。张铁师兄和星宇师姐他们都死了，阿威师兄现在被困在一个山洞里。白师兄，你快去救他吧！张铁和星宇死了？那你是怎么跑到第7层来的？第7层，这里是第7层。天哪，我慌不择路，居然跑到第7层来了。刘威在哪儿？立刻带我去。好。白师兄就在那里，他被困在这个洞穴里面了。这山洞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阿威师兄已经……别担心，我们先进去看看。这里好黑啊！没事，
你跟在我后面吧。这腐臭的气味是怎么回事？白师兄，你走慢点，这里面实在太黑了，我害怕。趁这个机会，终于露出马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看，定身符是想困住我。白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是太怕黑了，想套一张火符照照路，失手拿错了。当我3岁小孩吗？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还在骗我！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，你一个洗髓境中期，能安然无恙跑到这里，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点儿。快说！刘威他们3人在哪儿？救我！洞口被炸了，出口被彻底堵住了。什么声音？赤血蝙蝠。看来这就是你的意图，想和我同归于尽。不是的，放我出去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们不是答应我，只要我帮你们就放了我吗？这许纯还真是蠢到家了呀！我们说的话他也信。跪下！都给我老实点！呸！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祸害同门，这是触犯门规。你们难道就不怕我们禀报长老吗？其实我和你们没仇，不过谁让你们和白一凡关系好呢？我只好利用你们来对付他了。呸！你们这几个阴险小人，居然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我们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这可由不得你们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谁主动帮我去引白一凡过来，我就免他一死。滚开！你休想！去你丫的！老子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背叛兄弟。好，有骨气，那就去死吧！阿威，你还好吗？阿威，怎么样？你们也想死吗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就是，真当我怕了你们这些人渣？动手吧！哦，你们都不怕死吗？许纯师妹，那你呢？我，许纯师妹，只要你愿意将白一凡引来，我们不光放过你，还送你一颗魔草，如何？你看看，你跟着这群人这么久，到现在一颗灵草都没找到吧？他们真的把你当同伴吗？其实帮我们做事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因为到时候白一凡、刘威他们通通都要死，而你则会安全返回圣地，并且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是内门弟子，只要我罩着你，以后在圣地就没人敢欺负你。我呸！你这女人就别费尽心机了，许纯师妹她绝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该怎么做？还是我家梦儿厉害，想出这个妙计，这下白一凡插翅难飞喽。那还用说？行了，我要回长老身边了，免得他起疑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。那是自然，这事就交给我们，你就坐等好消息吧。单只嗜血蝙蝠的攻击力并不强，但这么多数量的，恐怕此府境后期的人来了，都难以解决。不过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要我的命，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起！树龙护罩，这树龙护罩是我手上防御能力最强的符咒，短时间内应该能够抵挡过这一波伤害。白师兄，求你了，让我进去，我不想死。你先告诉我，是谁派你陷害我的？是王腾，还有高阳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。
什么时候答应过要救你了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师兄会让我进去吗？你不是见死不救的人！滚开！滚开！白师兄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个道理，就是师兄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听到惨叫了没？白一凡这个兔崽子，肯定死在里面了。就是可惜他那一身资源都埋在洞里了。把这小子弄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师兄你不能要求太多。至于这几个人，把传讯符毁了，就让他们待在这自生自灭吧。难搞，这数量也太多了，看来护照坚持不了多久。虽说马上用古迹返回地球更省事，但我可是来磨坑历练的，一遇到危险就跑，还历练个毛！出来吧，血气之刃！血气之刃与飘絮步的配合，可以让我在快速行动中打出较高的伤害，即使魔符的数量再多，也都难逃一死。灵火符，给我起！这威力真是赏心悦目呀！都去死吧！接下来就该去处理外面那几只蟑螂了。什么？我去！居然还藏了一只大个儿的！好强的音波攻击，身体里的气血都要被震散了。不好，音波依靠洞穴壁产生了回音，将音波增强了数10倍。地势对我不利，得马上离开这儿。我去，他什么时候发的攻击啊？糟了，是洞渊！喂，再不快点想办法，可真的要死在这儿了！给我停下！这洞渊也太深了吧，而且洞壁过于湿滑，完全停不下来。总算停下来了，足足下落了半刻钟。要是就这么直接摔下去，肯定就凉了。反正都快到底了，下去看看。照明魂火，是。话说小说里主角掉落悬崖都会有奇遇，往前走试试看。这么多骷髅魔物，有夜叉、魔兽，还有很多人族修士，该不会这里以前爆发过一场人魔大战吧？这2具尸体究竟是……让我看看，魔族人被武器一击刺穿而亡，而这具尸体是人族，胸口的大洞也是致命伤。这魔族老者和金甲男子，纵然逝去多年，尸身也没有哪怕一丝腐烂的迹象，反而鲜活无比，连血迹都未干涸，可见这2人的实力极强。若我没猜错，这2个人恐怕是魔族和人族之中的顶尖强者，相互厮杀，陨落在了此处。外面的那些骷髅，应该是他们的部下。这是什么？这卷轴居然散发出很强的能量波动。小友，谁？甚好，甚好！本皇靠着一缕残魂，苟延残喘9000多年，总算等来了有缘人。9000多年，一缕残魂坚持9000多年，哪怕神通10重的强者也做不到。小友，你姓甚名谁？来自何方？在下白一凡，来自五行圣地。这种强者，虽只是缕残魂，尊重还是要给的。五行圣地，居然还是圣地弟子。好啊，好啊！你可知吾是谁？敢问前辈尊名？且听他要说什么，若有不对，就必须立刻返回地球。吾乃黄极圣地老祖人皇，
轩辕敬天。你是黄极圣地老祖？万古大典上说，黄极圣地有3位老祖，被称为天地人3皇，个个都是神通广大、法力无边的存在。这缕幽魂是黄极圣地的人皇？小友不信，倒也正常。毕竟快1万年过去了，外界恐怕早已不记得吾之威名。当年人魔大战，吾率圣地3000轩辕卫迎战日月魔宗的八荒魔帝，几乎打穿了万古魔坑，捣毁无数魔物巢穴。最后，吾与八荒魔帝战至此处深渊，同归于尽。小友，方才你想捡的卷轴，乃是吾的本命法宝封魔榜。此宝是黄极圣地3大镇宗至宝之一，能克制世上一切魔物，魔皇魔神亦不例外，可谓魔族克星。这卷轴原来是封魔榜。还有吾身上的人皇铠，杀死八荒魔帝的人皇戟，及魔帝座下的八荒雷玉鼎，都是威震大陆的绝品刀器。唉，只可惜老夫命浅，无福再称霸业。小友，你我既然有缘，你想不想继承吾之传承？前辈有何赐教？你走到我面前，磕3个头，拜吾为师，吾便传你黄极霸士图以及吾的一身装备。此乃吾黄极圣地的最高神功，分天地人3卷。学了此功，你以后就是黄极圣地的真传弟子，可赐黄姓，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既如此，那便多谢前辈了。不必言谢，你我能在此地相遇，这可是莫大的缘分呐！快跪下，吾即刻传授你绝世功法，人族的将来就全靠你了。不对劲！你要做什么？前辈，您不会假意传授我功法，再趁机夺舍吧？怎么会呢？吾可是人皇，神族至强者之一，怎么可能夺舍你一个小辈？是我多虑了。不过我乃五行圣地的弟子，未经师门同意，另投他门视为不忠。算了，这传承我不要了。前辈还是等待下一位有缘人吧。小兔崽子，给本皇回来！本皇等待万年，岂会让你就这样离开？把肉身给我交出来！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有鬼。幸好今天穿越次数还没有使用。速回！回来了，不然可就真的变成那厮的提线木偶了。先在家稍作休整，拿点法宝，再想办法对付那老东西。那老东西是指本皇？谁？这是何处？本皇怎会来到此处？可恶！你对本座施了什么妖法？灵力居然荡然无存了！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幽魂是那个人皇，他居然也跟着我穿越过来了。这是什么法器？居然能发散如此耀眼的光芒，为何本皇从未见过？等等，我记得除了功法外，只要从大陆带东西回地球，就都会发烂发臭。为何这残魂不会？看来这古界的秘密还远不止于此。喂，臭小子，怎么会这样？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还不快把老夫的灵力还回来！吵死了，先进来吧你！这又是什么吸魂法器？
你这个卑鄙的外乡人，快放本皇出去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听着，从现在起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哼，吾乃人皇老祖，岂能被你威胁？哦，真的？无说，你先让这件法宝停下来，快让这件法宝停下来啊！你真的是黄极圣地的人皇老祖？哼，废话，这还有假？那作为人族的首领，为何想要残害自己的后代，千方百计夺舍？你若是被禁锢在深渊中近乎万年，只想尽快获得自由，还管什么道德良心？那我问你，深渊下面的那几件法宝，破成那样还能用吗？修炼资源我倒不缺，缺的是法宝和武器。吾的人皇戟和人皇铠，八荒魔帝的雷玉鼎皆已损毁，气灵被灭，已经彻底废了。那听着，留着你似乎也没用，便让你魂飞魄散，早死早超生吧。别，这3件法宝虽已报废，但吾的封魔榜还没用。这封魔榜的前身，乃是从仙界流落的一页天书，威力无穷，堪称魔族克星，人族法宝。白小友，你放了吾就教你怎么用这件法宝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惊叹于此宝的威力。你先说来我听听。吾这封魔榜有9大妙用：一、吞噬灵魂，尤其是魔族强者的灵魂，自我强化或自我修复；二、封印，奴役魔族，为吾所用；三、仙魔同修；四、收纳天地；五、提炼魔量；九、催动此宝，不必用灵力，消耗精神力亦可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那倒是挺厉害。哇，你又掏出什么法器对付我？没事，你继续吧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要传我黄极圣地的最高神功，好像叫什么击霸仕途来着？你现在口述吧，内容越详细越好。传授完了，我再放你回去。你这臭小子！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待本皇恢复自由，自然叫这小子好看。黄极霸仕图分为天皇卷、地皇卷、人皇卷，吾是人皇，只有人皇卷。综上所述，凡练此功之人，习而有成之后，可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毒气不生，物化不知，这便是此功法的玄妙之处。终于说完了，累死本皇了。看来这功法的确奥妙无比，讲解的不错。行了，既然说完了，你留着就没什么用了，安心去吧。看在萍水相逢一场的份上，我会好好为你超度的。什么？你想卸磨杀驴？没吾的指点，如此繁杂的功法神通，你难道能记住？怕是永远也别想入门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这个世界太恐怖了。若放你回去，保不准你会残害下一个人族子弟。既已入死道，便尽快转世轮回吧。放吾出去！快放吾出去！小友，你不要！人皇，你一路走好。这货不除，留在身边就是个祸害。这下可以彻底安心了。接下来，便是这封魔榜。按照人皇残魂说的，只要将血滴在上面。这是混沌空间。这封魔榜居然能直接将人的思绪投入灵魂世界。这应该算是圣主成功了。这上面记载着仙界统治魔族的历史和如何对抗魔族的法门，好神奇！
居然把催动法门直接印入我的脑子里，看来也被这个世界简化了，倒是省去了我很多麻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强大的力量归我了，看来得找个魔物试试手。师兄，这暗血魔狼数量实在太多了，我们怕是坚持不住了。给我坚持住！难道你们都想死在这儿吗？可是师兄，后面是悬崖，我们已经没路可退了。圣地的各位列祖列宗显灵啊！我一没娶妻，二没生子，圣地戒律倒背如流，吃喝嫖赌样样不沾，快救救孩子吧！我还不想死啊！什么声音？旧的魔狼还没杀完，新的魔狼却又来了。可恶！难道今天真的命绝于此了吗？都怪我们太贪心了，太早来到这第8层，最终却要死在这里了。兄弟先别哭，情况不对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魔狼们在自相残杀！你们看，好像不对劲啊！后面来的暗血魔狼的瞳孔怎么是金色的？呵呵，那轩辕人皇没骗我，有了封魔榜，这些魔物确实可以轻易臣服，彻底变成魔奴。上次利用补戒从地球回来后，便很快就解决了那只蝙蝠首领。但是从洞穴出去后，就不见王腾、高阳他们的踪影。那么接下来，你们看，之前的群狼都已经被杀死了，他们这是在欢呼吗？都杀完了是吗？那就去吧。啊！我去，他们盯着我们，好像要冲我们过来了。等等，魔狼们不是冲着我们，是全都跳崖自尽了。干净了，再往下一层看看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显灵了，一定是圣祖舍不得我这个好弟子死，开恩显灵了。小心！幸好及时让你收住了力度，不然这御风王浆就喝不到了。这2日，先是利用3头魔狼围追堵截，将1头魔狼变成我的奴仆。甚至还抓到了2头紫府境巅峰实力的深渊魔熊。凭着这支魔奴护卫队扫荡第9层的森林，杀死了大量的魔物，什么黑甲野猪、3头魔犬、猛毒蜘蛛、深渊蠕虫等等。而且每死1只，还可以奴役新的魔物补充进来，一直保持战斗力。若是能在万古魔坑坐拥1支魔物大军，开疆拓土，横扫4方，该是多么爽快的事情！谁敢惹我，直接派出魔物大军踏灭！哼，王腾、高阳，你们大概死也想不到，我陷入绝境后，却因祸得福，获得人族至宝封魔榜。等着吧，敢算计我，我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。那是什么声音？这是怎么回事？3大圣地和5大宗门的人都齐聚在这里。杀哟！杀！不许后退！这火云魔侯的老巢就在眼前了。啊！这里就是火云魔侯的老巢。临行前，圣地长老对内门弟子发布了围剿火云魔侯、替天行道的任务，想必就是这里了。哈哈，难得碰到这样的大场面，我也凑近些瞧瞧去。刚来到平旷的地方，就又碰到魔兽了。这第9层的魔兽密度还真是大呀！既然来都来了，你们就都变成我的助力吧。魔狼，给我拿下这群夜叉！还想逃？深渊魔熊，把他给我打下来！深渊魔熊可是紫府境巅峰，对付你们还不是手拿把掐吗？不过我现在正好缺飞行类的魔兽当魔奴。封魔榜，去！成了，又收编了5只飞天夜叉，魔奴的阵营又壮大了，爽！我貌似还有余力，照这样下去，再收编10只都行。发生了什么？好强的冲击力，难道是冲我来的？走，看看去。
原来刚才的攻击只是这2股能量的余波，他们好像都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所以攻击才出现失误，打偏了。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去死吧，血面修罗！来，霸皇拳！手里没法宝，却一拳能轰出几丈宽的拳劲，这就是内门弟子吗？不过他的对手可是不好对付的修罗啊！修罗是比夜叉、罗刹更强大的地底魔物，拥有统领级实力，媲美人族的神通秘境。这种魔物全身长满骨刺，十分狰狞恐怖，而且开启了灵智，会说人话，极其阴险狡诈。去死吧，该死的人族！什么？你怎么还有力气躲开？兵不厌诈，这可是跟你们人类学的。这下应该是死透了吧？人族修士，看来这场战斗是我赢了，你的心脏我就收下了。哪里来的虫子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敢抢本大爷的猎物，都给我滚！怎么回事？这些地等魔物怎么不听使唤？竟是冲我来的！该死，该死！统统给我去死吧！就是现在！该死的人类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这些没完没了的虫子！居然被此等低等生物辱杀！我要宰了你们！什么？一击就能必杀20多只子府境魔物，这就是统领级的实力。不过，你应该也没多少力气挣扎了。封魔榜，去！这是奴役！小子，你个肉身境的蝼蚁，居然想用奴役控制本统领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废话少说，你就给我乖乖做一只听话的狗吧！这到底是什么奴役？给我破！哼，居然还想反抗！束缚力，给我加强！怎么会这样？可算成功了。以我目前的境界，收服一只统领级魔物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。不过，终究是成功了。修罗波图，参见主人。波图，居然还有名字，有点意思。来看看这位人族同胞吧，原来是真武圣地的内门弟子吗？唉，相信我等在万古魔坑冒险的人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安心的去吧。把这个打开，上面有元神烙印。遵命。驱神魔咒开。很好，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魔狼皮、魔熊皮、夜叉角、夜叉翅膀、修罗骨刺，还有灵药和一些普通法器。找到了，没想到还真在里面。聚灵拳，灵阶武技，这应该就是那黄衣男子修炼的可怕拳法。聚灵拳分5式：开山裂地、覆海、震天、惊仙，一式比一式凶猛。施展这门拳法，需以灵力融合拳意。灵力我是没有，不过我早已突破子府，泥王宫将迸发魂力滋养全身，无论是意志力、灵魂感知，都比之前高出一大截。用魂力便可勉强代替灵力。至于拳意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领悟的，需得勤加练习才行。聚灵拳这功夫，晦涩难懂，若不是经过地球简化，还真的看不懂。郭姐，这时候找我干嘛？喂，郭姐，咋了？有什么事情吗？你的快递都快在我家堆成山了，什么时候才来拿？糟了，都快忘了这事儿了。好，我今天就去拿走。第一次出国的老妈玩嗨了，
说是要给我买一堆东西寄回来。一凡啊，你妈算是被国外的风土人情彻底迷住了，同一个地方恨不得拉我走800年，还说再去周边城市转转。对了，她还买了好多东西说要带给你。能让老妈开心就好，你就多陪陪她吧。病人就是要有好心情才能恢复得更快。我一会儿再汇3000万过去，让老妈放心买，放心逛。因为忙着要去万古魔坑扫怪，就只能拜托郭姐帮忙保管快递，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郭姐，有个事情想拜托你，要是快递送过来，能先寄到你家代收吗？行吧，你小子个单身汉能有几个快递？好久不见啊，郭姐，没想到快递这么多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行了行了，我哪有这么小气？看在你小子也不是故意的份上，就原谅你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饶儿，你回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等，这男的是谁呀？阿姨您好，我是郭姐的租客白一凡，打扰了。租客？一个租客，怎么和我们郭饶那么亲近？这小子长相勉强还算凑合，可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名牌，一看就是个穷鬼。妈，你别这样，他也算是我半个朋友。朋友？可别是相处朋友的那种朋友哦。妈，咱们不说这个了。饶儿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子，他叫谢冬青，你们好好相处相处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你好。